就关，用你的号直播也行。微信有人问你啊？你这我咋看评论区呢？那你看这个，看评论区。再回头哪里？上面还是打文件就行了。再回头哪里？再回头惠阳。谢谢开心每一天，欢迎开心每一天。谢谢百万送的粉团灯牌。他前任还在这儿吗？在这儿，前任在这儿，工作在这里。可以和你们偶遇吗？我们都不出门的。谢100分送的为你闪耀。到了吗？这是我早就到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衣服上菜刀好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新的衣服。叨叨专属 T 恤，就我们这批做的衣服就是到了。感谢包子的点亮粉团。惠州商场好逛吗？惠州商场跟那种3、4线城市的商场都差不多，但是惠州商场挺多的。就是万达那边2个相近的商场，隔了就2、3公里。谢谢捞起月亮的渔民送的点亮粉团，谢谢猪猪的点亮粉团和粉团灯牌。惠东、惠阳哪个区好？这我不太了解，我也是刚来这边，就感觉惠阳的天气还挺好的，现在也不冷，就穿个短袖，室内穿个短袖，室外就套个小的外套就够了。叮当叮当当。广东基本都不冷，穿个2件就够了。是，你穿2件有时候还热呢，如果没风的时候。谢谢杰克的点亮粉团。这周绿豆还更新吗？这周绿豆应该不更新了，这周没有时间，就
就是比较忙。要更新可能要到年后了，年后就还剩2集后面。惠阳离深圳多远？惠阳离深圳打车就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到40分钟。2集之后会有花絮放出来吗？我们更新基本上每次更新都会放花絮，就是在我的那个抖音号上就会放花絮出来。有时候可能会是提前预告，有时候就是拍摄的花絮，不一定。如果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想看花絮的话，你们想看哪种类型的花絮？就是我们拍摄的，员工的讨论，还是我们的 NG 啊或者笑场这种花絮？这周最后2集，这周没有，这周我们应该不更新了，因为过年比较忙了。想看冲突花絮，狗粮花絮。狗粮花絮应该不会，就是抖音应该不让发不了，估计。所有都看，搞笑的，看笑场的，看 NG， 你发啥都喜欢看。你们的吻戏花絮基本上不能发啊，就是抖音上不会过审的。你们就喜欢看这种搞笑的笑场的是吧？就是关于，就是像一个镜头，如果就是怎么呈现的这些导演跟员工的讨论，这种你们是不太感兴趣是吧？B 站发呢？我们 B 站正片里已经有了，这个花絮就感觉就没什么可发的了。那就是下次更新就是大结局了嘛。反正我们一共是14集，现在更新到12集了，就还差2集。谢谢杰克的小心心。拍吻戏有笑场吗？拍吻戏基本不会笑场，因为你接的吻你怎么笑啊？就是嘴都站着呢，也没法笑。好快呀，我们断断续续播了也2个月了。谢谢大官人的关注。这在图图家吗？不是，这个是我们租的一个酒店。专辑怎么样？专辑到年后的时候可能才会开始做。待会儿和图图一起播吗？不知道啊。酒店可以租，就是住的酒店，没有租。在酒店过年不是，我就在这待到年前，图图就回家了，我也回家了，我们各回各家。我去我姐家，图图去回她的家。谢谢开心每一天的4个捏捏小脸儿，谢谢。醉酒3次新闻那个真的演得很好，爱了。对，因为那个醉酒不是演的，那个醉酒确实是喝多了。换号播了，是。期待专辑，我们专辑年后的时候会开始做。图出去忙了吗？没有。谢谢开心每一天的47个加油呀！年后什么时候合体？合体你是说什么？一起直播吗？年后我一在家就在我姐家，应该待不了几天，可能待个3、4天就回来了。图图呢？图图在旁边。今天北方小年，
北方小年，我们那儿北方小年要吃芝麻糖，我们叫祭灶。醉酒那时候真情流露吗？没有，醉酒就是你要想的，就只有醉酒那个状态是真的，其他的表演都是基于这个剧情的一个表演，其实没有多，就是没有什么真情的流露。就我演戏，我属于那种比较难带入角色的那种，就是如果本色演出就还好，你要说让你演个什么类型啊，可能没有尝试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演好。好上镜，真好看啊！谢谢你。图图在监工，对，你们能听到图图的声音吗？都打包好了吗？没有，我们还挺多件的，就是打包不会打包这么快。听不到图图的声音啊，图图，你们如果听不到呼吸声的话，那基本上听不到他的声音。今天没有健身吗？一会儿晚上去吧，晚上睡不着的话可能会去健身。今天周二，我们这周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周绿豆可能是会更新不了了，因为这周我们的绿豆有，就是要更新的那集是有一些特效要做，还比较麻烦，然后加上我们这段时间可能没有时间，可能要断更，然后到年后之后才会更新。谢谢王锵锵的粉丝团灯牌，还要打磨打磨吗？主要是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做。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开车来惠州，然后在惠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能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剪这个片子。谢谢大炮的点亮粉丝团。谢谢保持好心情的捏捏小脸儿，两个捏捏小脸儿，再更新就结局吧。如果我们正常更新2集的话，就会结局了，因为我们的短片一共是14集。都在广东过年吗？不会，图图在广东过年，我就回我姐家，回河南过年。谢谢拓酒的点亮粉团，谢谢大家的粉团灯牌。最后2集时长会长一些吗？应该不会，我们时长都是差不多的10集左右，不10分钟左右。那不分居了。对啊，过年，因为过年要我要回我姐家嘛。我姐她因为她去日本工作了，所以她过年那会儿就只能回来几天，就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一下，所以就只能回河南了。
昨天只有叨叨图图呢？图图在旁边。谢谢不再马虎的狗皮帽。今天咋不笑笑的？没什么好笑的，刚被熊了一顿，笑什么呀？这个结局也很好了，后边不会给刀子吧？这个还没到结局呢，就是我们，因为前边那个，其实你们看那个张大年，他一直都在说穿越的事，所以他后边肯定会那个啥，这个穿越大概率就会发生，所以还没有到结局，就是还没有到剧情的最高潮的点。12集好好看，看了好几次。你们12集是不是就是会反复观看呢？就是因为我这2天每次打开这个 B 站看12集都有那个20多个人在看，那其他集呢就没有人看。这个特效还挺大啊。12集咋了？12集就是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就是反复看，想问一下，图图小茉莉全集是不是12集？是不是12集？这个你去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12集了。你们去 B 站看嘛，这个问题就不用在这问了。绿豆12集太浅了，高能剧情值得反复看。12集主要有吻戏，是的，看了很多遍哦。我还以为那些观看是新的观看呢，没想到都是反复观看的。图图睡着了吗？没有。梁宇哥，你见过龙二没有？我没有见过他。因为龙二他本身也很忙，然后我们又不认识，所以我就没有见过他。你们今年一起过年吗？今年不一起过年。油管上本都是一样的吗？有没有删减剧情？没有。油管跟那个 B 站我们的剧情是一样的，包括打码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主要是小茉莉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还说有2集，但是后面就没更新了，不清楚。你去看看那个，你现在去 B 站看一下小茉莉完结了没有？早就完结了。叨叨回去会有被催婚的烦恼吗？没有，就是我们家现在都已经不催我了。我前2年的时候，催得最狠的时候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是催的最频繁的，然后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就不催了。什么地方打码了？你如果没有发现打码，那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裸露的地方打码了，就是上半身。绿豆总共多少集？绿豆总共14集。出轨了吗？什么意思？不回父母家吗？我父母跟我姐，就是我父母就在我们姐家，所以我们回家就只回我姐家就可以了。后面的剧情是不是？你们不要问我后面的剧情啊，我是不会跟大家讲的。出柜了吗？半出柜吧，也没有全出柜。啊，还有2集就结束了。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周我们绿豆可能会停更的话可能会停2周，我们年后应该才会恢复更新。主播还打火影呢，图图是打火影。绿豆之后还有什么新剧在筹备不？筹备正式筹备还没有，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现在和图图准备去哪里啊？我们就在酒店里待着呀，哪儿也不去。后天就看到了。
叨叨不会漏剧情，图图聊嗨了可能会。我不会透露剧情，是因为我怕我说了哪一点不该说的，图图就会怨我。他自己说什么，他就是自己有谱，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后天就看到了，不会，我们这周可能会停更。过年期间你们会直播吗？可能会吧，就是过年，因为我可能会，因为我在我姐家住嘛，然后我不可能一直在我姐家待着，然后我就是住的酒店，我可能回酒店之后会直播，无聊的话会直播。那平时你多发 vlog， 看完绿豆有点上头，想看你们互动，还有那个文案太传人谁懂啊？你俩这开车准备去哪里啊？我们现在没开车了呀，我们不是在这个屋里坐的吗？我们现在已经到惠州了，可能是图图的直播间的那个名字没改，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惠州了，到惠州好几天了。叨叨在姐家，图图一直就住酒店吗？不是，我要是走的话，他也就回家了。他现在主要住酒店是因为我在这边，他才跟我一起住酒店。图图怎么这么安静？图图在做监工。超不经意咳嗽一下。小度，我在哦。关闭空调。已经关闭空调。不见图图方家长们，见过了已经，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就去过图图家。我们在惠州拍戏的时候，去图图家看过片子，审过片子，然后，也去就是补拍的时候会经过他们家，就已经见过了。老演员咋还笑场了？是不是吵架了？没有吵架。刚刚听了你唱的《黑刺猬》，蛮好听的，我们这个《黑刺猬》也是我们的绿豆的片尾曲，就是大部分集数的片尾曲都是《黑刺猬》。新插曲什么时候能上线音乐平台呀？新的插曲第10集的那个插曲叫《晚星》，然后有好多集的片头曲叫《跟着我走》。还有就是我们俩那场吻戏的，那个插曲也是跟着我走。这2首歌不会上音乐平台的，因为我们会放在实体专辑中售卖。我以为是他唱的，没想到是你唱的。你听声音也能听出来，我们俩声音不一样啊。同款 T 恤最大能穿多少斤呢？同款 T 恤最大能穿多少斤？你说我们这个 T 恤啊，我们这个 T 恤最大的是3XL 号的。3XL 号的话能穿到100公斤以上，然后我们这个 T 恤现在也到货了，然后这2天可能我会陆续的给大家打电话看大家可不可以发货，就是地址要发到哪里。叨叨老家是开封的吗？我老家不是开封的，我姐家是开封的。130斤能穿不？能穿，就是你到时候把那个，可以看我的看2把刀的抖音的主页的简介，然后到时候把你的信息发给我就好了。你是百里图侠朋友？我不是百里图侠啊，我不是百里图侠的朋友，不认识。叨叨晚上好，晚上好，你是百里屠夫朋友？是的。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顶新专辑年前会上线吗？你说新专辑是吧？新专辑我们年后开始做，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做呢。新专辑的歌，所有歌已经录完了，然后看图都可以吗？不可以。应该年后不多久就会开始做，很快也会做好。如果做好的话，你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都会跟大家讲的，到时候。欢迎汉斯大哥，哈哈哈，笑什么？谁要看我？不看了，谁要看我？起来，我播一会儿。谁？水中的山，啊，你要看李云峰。突然了，对，染了，染完了显胖。第一次看我穿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尴尬的事儿。今天我们今天那个回家拿这个衣服，昨天那个衣服做好了，然后结果二把刀就是非得要给我妈妈买那个，就是因为她第一次登门嘛，然后她就非得要买东西，结果买完东西，然后我就说那个拿完东西咱们就走了，结果她非得买东西。买完东西，然后我们一开车到家的时候，看那门口停的是那个小大夫的车。当时我心里想，完了，免不了一场恶战。结果呢，估计小大夫在楼上看见了，但是他没下来。完了，我们就蔫悄的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就是把这些衣服搬到车里。啊，好尴尬呀！因为他今天刚好那个放假，他今天刚好放假。我说，然后我妈下来了，我妈下来，我说，哎，小大夫怎么没上班呢？因为他正好10号他放假，我之前听他说了，行，别吵吵起来，你说，太尴尬了。其实我今天我就不想让他。其实我就不想让他那个买东西，我说不搬完东西就走呗。我主要的考量，他说他要买那个水果之类的，我说买水果的话，人家那个小大夫，因为小大夫过年可能在家里面过年嘛，我说小大夫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懂吧？因为小大夫他年纪可能比较小，然后他也不太会给我。给这个就是给家里买什么东西之类的，你这样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故意的，反正小大夫看见了就会挺尴尬的。我就说你别那个啥了，他就非得买，他就觉得说他第一次来家里嘛，哎，结果回家还碰到那个小大夫在家，要不我们今天其实就想在家直播的。我们今天想在家直播，因为家里，因为这些东西吧，本身它就在家里放着，然后家里直播也好操作。完了，因为小大夫在家，我们就来酒店播了。本来我们酒店也不会这么大。周4还更新吗？周4肯定不更了。小大夫为什么在你家？因为小大夫他是我前任，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工作地，他就是在离我家稍微近一点，所以他就一直在我家住着。
主播你好，我是回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吃一回猪肉，啊，加油，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在我家住着啊，现在还蛮尴尬的，肯定不开心，但我们也不开心那也没办法，那我们不能赶人家走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赶人家走，你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赶人家走呢？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处的也挺好的，而且我们也不住家里，对不对？这涂的好看，染个头发。正好有的前任是仇人，我跟我前任还行，主要就是我今年我还说，我其实我前两天我跟他说，我还说呢，我说你过年，他家里情况比较特殊，我说你过年要是那啥的话，你就在家里过吧，我的意思就是在我家过，告诉他也是，大气的当家主母。首付的是这个房子，这是酒店啊。绿豆怎么没叫娄二出演呢？我觉得他芝麻演的都挺好，我还想叫郑恺来演呢，人家有没有时间呢？我最喜欢郑恺，我说让谁来演谁就来演了，那不大家不得有时间，或者说有，就是人家想不想演呢？我们这个不是那个给他首付的房子，是那啥，是我们刚才我直播我说了，我今天我就住酒店啊。郑恺给你的面子，对我特别喜欢郑恺啊，包括他前一段时间说鹿晗的事件，我也特别喜欢，没叫万田来演呢，被叨叨填的不行，是。我弟弟认识易烊千玺，下次叫他约出来，牛逼。为啥周四不更了？因为你们过年，我们也得过年。我们也得过年，我们也得休息啊。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剪辑是每一周剪辑，就是不是说都剪好的啊，明白不？就是我们的剪辑，第13集、第14集还没剪呢，没有时间剪。我们也得放假呀。还得临时剪啊？对啊，我们都是临时剪的。涛涛啥时候回老家？他16号。他16号回老家，好像是除夕当天吧。他不想回去那么早。手机响。我俩会一起过年。他有他的家庭啊。人不可能说处了个对象跟家里不走动了。回去也无聊，前任和现任互动是怎么样的？他俩没互动过，他俩没见过，我还怕他俩见呢。
他见到我会很尴尬。张大年怎么回2025？他穿越回去。我不敢想象他俩见到。越来越细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创作背景。创作背景是我没有，我都不懂拍摄，我也不懂表演，是一步一步的有经验，从没经验到有经验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对我要求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点强人所难了。我们一开始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专业的啊，对。染发了，是染发了，光线也有关系，这光线可能也是比较暗一点。亲爱的，告诉你。张大年还没分手就跟别人谈恋爱了，算不算出轨？我觉得算。原本的剧情就是没有穿越，我觉得就是算是出轨的，所以我发现就是说，对，大家没骂过，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不看剧情，看的是那个甜度，大家不在乎那个，反正我在播出的时候我都担心，我说，哎呀，这个张万里这个行为怎么样？在我心里他是出轨的啊，但是观众可能被这个甜甜的剧情就是已经搞得没有分辨能力了，或者说不在意这些东西了，更在乎的是那个，对，他骂不过，来呀、原本就是没有，不是这样的剧情，所以就是硬改成这样的剧情，所以张万里这个角色可能会确实是会有点争议性，完了就回不去了，还能单身一辈子。但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反正以我的三观，我会觉得说，就是起码你得有个分手才能开始新的。就是我的认知，我的三观，我可能会觉得说，你起码得分手之后才能开始下一段感情，迟早的，你只是把分手的剧情放后边了，小茉莉那个作品有你的经历吗？小茉莉能没有我的经历吗？我不就是开酒吧的吗？这个李茂就是我的原型就是我。下次玩完手再穿，是的，叨叨去哪儿了？叨叨休息一会儿。冷冷还有戏份吗？冷冷有一点儿，冷冷还有一点儿。李默不是肝癌了吗？那罗勇呢？染发了，是的，剧本创作啊，剧本创作它是一个，真实加想象的一个，对。感觉图图有点不开心呢，我有点没睡醒，我刚才睡了一觉。对，我有点那个什么，我睡了一觉，
谢谢。刀哥在休息，刀哥。战斗模式还没开启呢，是的。我的战斗模式，会比较热闹一点啊。名字有什么特别含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就是，芝麻就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儿嘛，就是圈子里大家都经历的一些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儿。然后小茉莉其实，小茉莉指的是，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纯净的爱，可能我可能理解就是，我很喜欢茉莉啊。然后绿豆也是，就是芝麻的续集嘛，再加上绿豆，我觉得有一个粉丝解读的非常好，就是绿豆就是疗伤的意思，啊，绿豆是疗伤的意思，啊，有的人说绿豆怎么疗伤，这个你自己要想象啊。哪天到家的呀？前两天儿前两天到家的。只能哔哩哔哩，还有油管啊，那个莫天，还有油管可以看。要是线下看到图图，我是粉丝，可以合照可以，但是合照可以，但是你得当着我的面把我 P 的，按照我的审美把我 P 完了，你才可以走。滤镜也要加我喜欢的滤镜，然后，我还得就是推脸之类的，因为我脑袋不是说特别圆，我得把头发推圆一点儿，如果笑的时候还要那个美白牙齿那种，法令纹再去一去，我觉得人老了就是法令纹挺吓人，挺夸张的啊。是。其实有的就是之前我有10个群，每个群都是500人，然后经常会有的群里边就有人在那块儿发跟我的合照，因为我之前开酒吧嘛，啊，然后其实他们发出来，然后或者艾特我，我都就是翻个白眼，我都不是特别开心，因为都不 P，而且他们就好好的照片，他们给 P 的巨白，就跟那个老照片似的，我一般他们艾特我也不回复，太丑了。还有一些人你知道，就艾特我就说你长得，哎，你今天那个我看到一个跟你长得特别像的人，然后结果我艾特过去，我一看，那个人巨丑，属于这种，我就不回复，甚至我都想拉黑的那种。我介意啊，我当然介意啊。女明星是这样的，任二把刀他有的时候拍我，任二把刀之前就总拍我，然后给我拍的巨丑，然后他呢还觉得自己拍的巨好看，然后每次发那个抖音还总放他觉得特别好看但是巨丑的照片，然后我就真的我就非常无语，就是你还不能真生气，但是呢我真的不想让他发这些东西。让叨叨和你一起，也差不多。哦，亲爱的。
衣服有链接吗？衣服没有链接，衣服你那个加200到微信，啊，加200到微信就好了。胖到新年会给图图织毛衣吗？好像织毛衣不吉利。我看网上说织毛衣不吉利，织帽子还行，织围巾不吉利，织围巾不吉利，就大家别让自己对象给自己织围巾，织帽子、织毛衣，我觉得都 OK 啊。跟我回家啥时候拍的？跟我回家是2017年，27岁的时候，我27岁演一个20出头的一个小孩儿。那个时候还能演，现在你再让我演，我特别胆大，我30岁的时候演了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儿，演了个周明的18岁，多大光头发染的吗？很棒啊，染头发还用别人帮。我今天织完1织2，还有什么力全卡了。是，我就是那个庆奶。豆豆娃娃2腿演18岁，他不行。但他今天见我妈，就是那个，他今天见着我妈，然后他就说话声音就就是夹起来了，就那种那个他就是在路上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买点东西吧，我说不用买，我说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说你要买水果的话，那个小大夫下楼，然后就能看见你买的水果，那小大夫心里多难受啊，对不对？我说你别买了，然后他说那不行啊，第一次来你家，而且又是过年之类的，我说那他就要买那个就是营养品，我说你的营养品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是那个药店的营养品都死贵的，而且也不一定好不好用，你知道吧？然后他说那买点啥呢？我说那你你都不如买米和油，米面油。我说那是你要买就买这个吧，结果他就去买了，买了2袋米、1袋面，然后1桶油，然后他就消停了，然后就到我家了以后，因为到我家2点多，然后小大夫也在3楼，然后我妈妈她就是哄我的侄女儿，然后2点多也在那儿就是在楼上待着，1楼就没人。结果我妈妈可能就听到听到就是我回来了，然后就下楼了，然后二把刀就看见我妈妈就是那种前一秒她说那咱买点啥呀，然后她下一秒就哎呀那个贱样，哎呀，然后我心里我就在想，他就很自然的他就是那种对。就声音就高了，就，哎呀，然后我妈说，哎好，怎么样？然后他就就是装完东西了，然后他就是我妈就在门口站着，然后他就在那块儿，他也不好意思跟我妈就是靠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往出走，然后他就在那块儿，因为我家是那个门，就是是别墅嘛，那个门他也看不见我妈，然后他故意往前探了一下，然后就是憋了半天，也想说话，然后也找不到契机，然后结果就是说，我说我们先走了，然后我妈说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哎再见，就那种，就是感觉他特别特别紧张啊，就自动的就夹起来了，哎再见，那种。对啊，
家人在3楼，要是我的话，尴尬，对我其实我看到他车在，因为我们那个别墅区都是把那个车停在那个院子门口嘛，就是会，然后我就看那个车牌，那个车还有那个车牌，我说，哎呀，小大夫在家，真是为难叨叨了，你在旁边没笑什么？我没有，我就是会觉得说赶紧走，赶紧走。我也怕那个尴尬啊。我主要怕那啥，我主要怕那个前任和现任就见到，可能会，他开的车是你之前给他买的车吧？我之前给他买了2辆车，但是有一辆也不算是给他买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给他买2辆车都是怎么来的，就是第一辆车吧，是那个我俩那个时候就是热恋，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住在我家，然后离他单位要是坐地铁的话，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我就有点儿那啥，我就有点儿那个，就觉得说每天就这么晚，然后再加上呢，那个时候我俩在一起1年了，然后我就说那就送他一个小礼物吧，不是小礼物，就是送他一个礼物，然后呢，因为我其实跟小大夫在一起的第1个半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没有驾照那不行啊，我说你去考个驾照，在我的这个监督和催赶之下，然后他就把这个驾照考下来了。考下来之后1年了，我也没什么送他的，然后我就说，就给他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我当时就想着说给他买个15万左右车，15万左右，然后他就可以没事来通勤，来那个就是不用坐地铁嘛，我就觉得说，哎，对呀，就是想让他那个少遭的罪嘛。结果呢，就是其实他买之前吧，他小孩子特别精，你知道吗？买之前说那个也不用买那么贵的，然后他就在那个看二手的车，然后看了一个4万多块钱的车，还几万多块钱车，反正就还在那看，然后最终呢，他就说哎那个可能他看上一款那个小鹏的 G6，那个 G6吧正好是18万左右，我说那超了就超了呗，就超3万块钱。落地是本来我的预算是15万，然后他那个车落地是18万，我就说行，然后结果我就带他去看了，然后我们一开始也看的是 G6 小鹏的 G6，结果看的当天我记得是傍晚的时候，然后他在那看完了以后，我们在进那个4S店的时候，他就看远处的 G9。他说：“哎，那个车好看。”我说：“是那个车比，就是看着更好看一点儿。”然后我往那边看了一眼，我说：“那个是 G9，咱们看这个。”然后 G6就在我们旁边。结果呢，他看了一下 G6，看着看着他就往那边看去了。他说我到那边看看，我说行，然后结果我就在跟那个销售，我在讲，我就说，哎，这个车现在落地多少啊？然后就马力多少啊？包括就是那个这个保险多少啊之类的，就聊嘛。过了一会儿，然后小大夫一直在那块看那个 G9，我就喊他，我说你过来呀，然后他就过来了。我说咋的呀？他说那个真好。他说那个真好，然后我就说咋的？那你这款车我问了，我说那咱就买吧，18落地18万多。
然后他就在那块儿说啊，你要不再看看？我说啥意思？你是喜欢 G9吗？我说你是要买那个车吗？然后我说那个车多少钱？我就问销售人员，我说那个车多少钱？他说那个是 G9，大概30万，大概30万左右。然后我就说啊30万，我说你想好啊，我说你想好，我说那个30万的话，我只能给你出15万，这18万的话我能给你付18万，我说你自己想。他在那块就是犹豫了将近5秒钟，他说还是想要那个。我说那你想好，我说我给你出15万，我还省3万呢。我说你想好。他说想好了。我说那每个月贷款你自己还。他说就这样，就是由原来的18万的车，原来的15万的车，然后变成了18万，然后18万变成了30万。那好，那我就给他付了一个首付一半儿，首付一半儿，然后他每个月还将近3000块钱的那个车贷。其实当时吧，我是会觉得说，真的没必要。首先我不认同小鹏这个品牌，再有呢，我就觉得说他那年23岁还是24岁，然后开一个30万的车，然后你开多少钱的车无所谓，但是我会觉得说，每个月3000块钱的贷款，我觉得是有点高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月他5000块钱，他一个月就那个5000块钱的收入。但我就觉得说，那咱也别太那啥了。我说，然后你知道，你们现在听直播是这样的，你知道吧？你们现在听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我跟身边的人说的话，身边的人都说，哎呀，你管他愿意买啥买啥呢？就是你既然给人买车，你就别介意这些东西。当时我身边的人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很大一部分原因同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那个时候在那和稀泥，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给人买车你就别在意人家喜欢什么。但其实我现在的思维，包括我现在是不受影响的，包括我后来也是不受影响的，我就会觉得说，对象之间过日子，那还是2个人要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因为你买个车影响到2个人日常开销，那我觉得就没必要。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例子，我给他付18万，那他每个月他自己不用还款，他每个月5000块钱，他可以生活得非常好，而且我们生活的也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他花了30万去买车的话，这就意味着他每个月他至少有一大半的工资需要付他的车贷。但是呢，如果说他付车贷的话，你想想一个小孩子2000块钱，加油，包括他日常吃饭开销，其实2000块钱是不够的，那我还得给他添，然后他自己又没钱，这样就会加剧这个生活的这些矛盾。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你知道身边的人都是那种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有一点点就是站在上帝视角，然后就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就觉得你给人买车你不要抠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买车的人又不是他，所以当时我可能真的是被周边的舆论影响到了然后我就说那行吧，你买吧，结果就买了，我给他出15万的首付，结果大概开了4个月左右，就是我给他买完车，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我给他买完这个车以后，好像1个月之后我的那家酒吧就关了，就是绿豆里面的那家酒吧，就是被举报的那家酒吧，4月份就运行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是直接赔了100万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关了吧，就关了以后，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心情非常不好，但还好就是说自己爱情没丢失，我那个时候就在
我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爱情收获了，可能事业上就不完美，我觉得这个也能解释得通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又开心又不开心的状态，每天跟小大夫就是享受他的支架生活，因为他那个车有支架嘛，每天就他特别开心。直到后来就是大概就是到7月份左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就开车，他太依赖支架了，因为他每天他睡不好觉，因为他每天下班是9点多，然后他每天6点多他就得开车去往医院走，因为他虽然说不是医生，但是他每天也是8点上班，所以他每天就是睡眠时间。1点睡的话，他每天他也就睡5个小时，所以他每天特别依赖那个支架，然后再加上他新拿的驾照，他又没怎么摸过车，我其实就有点担心，然后每天就是他驾驶时间也比较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1个月赚5000块钱，那个时候就赚5000块钱，然后车贷还3000多，我说那实在不行你跟我做自媒体吧，我就说那你跟我做自媒体吧。他说那个他就是想来想去，他也他说他再想一下，我也能理解，因为他就虽然说不是说大夫嘛，但是他这个工作是家里托关系给他找的，而且在医院里工作可能是。用他的话来讲的话，其实还挺有面子的，说出去也比较比较好一点，然后身边的人也会托他，就是住院也会托关系之类的，所以他也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啊。后来他就不同意我也能理解，因为咱也不能就是过分的主导他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吧，我就意识到酒吧不好做了，然后我也不想做了，我就想着说俩人一起做我和叨叨现在做的东西，就是做自媒体然后拍剧做衣服之类的，但是他不同意嘛，后来他大概1个月左右，将近1个半月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小大夫跟我说那实在不行我把工作辞了吧，我给你做自媒体。然后我说那你想好了吗？他说我想好了，因为我们就在分析，因为他现在1个月赚5000块钱，然后他可能因为他们又是非正式职工，他们大概就是有的同事工作了10年才工资还没破万呢，就是有的跟他就是同样的工作的同事工作了10年，工资都没上万。我说那你工作10年，工资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工作，而且你整个青春都浪费在这儿了。你怎么整个青春全浪费这儿了？你对吧？你买房买车，你根本就是不太现实的嘛。后来他就说然后他就把工作辞了嘛。辞了之后，后来紧接着好像我酒吧就关了吧，还是怎么着？我酒吧我忘了，反正就是因为他把工作辞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没什么钱了，然后他每个月还要养就是房贷，养车贷，我就跟他说，我说实在不行吧，因为我有一辆凯迪拉克嘛，我说你现在也不上班了，我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这个车，你实在不行你就卖了吧，因为咱们现在只能减支出，明白不？因为他现在没工作了，我现在这个店也陆续的关了，也没什么钱了，我就说那实在不行把这个车卖了吧，卖了以后你一是不用还贷款，二呢你现在也没有就是用车的一个要求了，咱们就卖了吧，咱们有一辆车就差不多就 OK 了，你们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就是因为他首先他把工作辞了嘛，你把工作辞了，你说你养辆车干嘛呀？而且那个时候就没什么钱了，对，那个时候就没什么钱了，然后
他也特别懂事儿，他说那卖了吧。结果我记得他卖车的当天，我记得他好像还哭了之类的啊。其实我也舍不得，因为我第一次给别人买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让他卖了，其实其实我后来我就后悔了，我说那你别卖了，他说卖了吧，确实是那个也没有用车的地方，然后他也会觉得说那个家里有一辆凯迪拉克已经挺好了，后来他就卖了嘛，卖了之后卖了半年的时间亏了6万，就30万的车他卖了22万。23万、24万啊，22万左右，23万左右啊，因为这个落地是30多万，但是你这个车它不是说就是那个价格嘛，所以大概就是卖了23万左右，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卖完了之后我就说，那个这个钱吧，就是咱们就是用作日常开销生活。然后做自媒体之类的，然后剩下的钱就是你把那个15万你就还到贷款里，就是还贷款里，但是呢那个时候不能提前还，就是那个贷款买过车的其实都知道，贷款是2年之后才能提前还，有的甚至2年之后你都提前还不了，所以这个钱吧就是20多万就在他手里嘛。然后我们日常的开销，我就告诉他，我说要不我说这个钱吧，你要不你就放我这儿，要不呢你自己你确定说那15万你千万不能动，他说不动。结果呢就是那个时候就光花钱呢，可能就钱花的也比较快，然后也确实是花了他的钱，但是最后我好像是给他剩了15万左右。反正就一直包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不是想做自媒体嘛，我就给他开号，然后我们因为我是幕后老推手了，江湖老道行了，老狐狸了，我就说那你把这个车卖了，然后咱们拍一期视频，然后营造那种一起努力生活的氛围。我说你这个吧，你对外你就是宣称就是说你卖车是让我给那个员工那个工资，因为就是你就是文字上咱们就凸显出生活不易，然后那个员工工资开不出来了，你特别忍痛割爱的就把这个车就是卖了，帮我给那个员工的那个工资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营造了这种氛围。后来呢就是再后来我就忘了，再后来好像是买啥买房了，好像是怎么的。反正那个时候酒吧就不开了嘛，然后我就买房了。我们就说就是一方面想把直播做起来，一方面想把那个账号做起来，然后我们就说做那种自媒体账号之类的。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他不想做，然后他就不太适应这种自媒体的生活。然后再后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逐渐的矛盾点越来越多矛盾点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发现他可能真是小孩子，然后他一方面他是不会表达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所以他不喜欢自媒体，但是他跟我说他想做自媒体。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他好像就天生不适合做自媒体的人，后来他就因为他不擅长，所以他就不想去做了，然后他也不直说，就导致我们矛盾越来越深。然后每次我的思想可能就比较大男子主义，或者说就是老一辈的那个父母的心理，就觉得说你既然决定把工作辞了，那你自媒体你就是再难你也得给我坚持下去。我就是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说你这个工作你辞了，对吧？你既然你决定辞工作做自媒体了，你这工作已经辞了，那咱们就做出成绩来，你别半途而废。你怎么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非常擅长这个东西，而且他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意愿，现在就突然不做了，然后就有点摆烂了，我就非常生气嘛。后来我就各种监督他，跟他吵架，结果吵了以后他就好那么2天，
好了以后就那个好了那么2天，后来就实在不行就分了。分了之后呢，我就后来剧情大家都知道嘛，也不是剧情，就是现实当中，我就会觉得分了以后，他家庭条件比较特殊嘛，就是他也没有帮他遮风挡雨的那个一个人，我说那是就是大家，他毕竟是我最长的一任，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其实没太大问题，就是只不过就是大家发展不同，包括思想不同步，那其实在一起就是有点痛苦。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没有生活上的困扰的话，其实我俩还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再为他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付个首付，让他的人生我想让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就想让他跟我在一起以后，大家不会说你跟白里屠夫在一起啥都没捞着，我其实就有点就是真的是爹味儿十足的那种男朋友。然后我就说就给他买了，就是给他付了个首付，买了个房子嘛。买完房子以后，后来我说那个然后我说买了个房子，我说那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找工作了，找工作吧，其实他离我住的地方大概就是15公里左右，15公里左右。我说那实在不行，你再买一辆车吧。我说你买一辆车省着，就是说你来回那个就是通勤，因为你们不知道别墅区其实生活不方便的。别墅区生活是不方便，而且他找的工作吧，又离他新房子那儿比较远，就是他买的那个房子是在惠州北站，然后他就是工作的地方是在惠阳在那个平山附近，所以中间的距离大概隔了50公里左右，40-50公里吧。但是他确实就是找到这儿的那个工作了，其他工作也不太好找啊。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在家里住吧。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我给他付了个那个房子首付嘛，然后我也没什么钱了。我说你实在不行，你再买一辆车吧。我说你那个那啥，我说你手里不是还有15万的那个车款吗？就15万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小鹏的那个车款，一直我也没让他乱花嘛。我就说你实在不行，拿出7万块钱，咱们买一个代步车。就这样，他有房有车有那个车，有房有车，有一部分车贷，他整个人生就被我安排的满满的。但是现在我又陷入到了一个特别后悔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现在房大掉价，他这个房子买了1年掉了20万吧，然后对，他现在每个月大概就是他现在的工作比之前在医院里就是非正式工赚的要多2000块钱，大概他每个月的收入也算是能负担得起房贷加车贷吧。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基本上每个月能有个3000块钱的那个零花钱支配，但是剩下的钱他要还车贷和房贷。替别人做决定并不是好事啊。确实是这样。我如果说再重来的话，我就不会替别人决定，包括你看叨叨很多事情我都会问，我说你想不想怎么样？你想不想怎么样？叨叨是一个没脑子的人，他平时你问他什么，他说就还好，顺其自然，不知道啊，就叨叨是这种所以就是，但我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不要替别人去做决定，我这是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好心办了坏事儿。
图图还记得你还有一辆奥迪车，就是我这人爱折腾，爱折腾，我是爱买车爱买房，但是就是来回折腾，不是说那种我有好几套车好几套房的那种，我是那种就是买了这个，然后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车可能不太适合我现在的一个用途，然后我就换一辆车，我是属于这种，因为房价还在跌，是。别墅跌了多少？别墅没跌，你们要知道，就是别墅其实是以后的稀缺资源。别墅不像说那种住宅，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你房子老了，你可能就是维修起来比较困难，但别墅不会有维修上的问题。别墅可能还会涨。跟小大夫在一起多久？我跟小大夫在一起2年吧。叨叨住上别墅了吗？叨叨也不想住别墅，叨叨其实对物欲的要求还不如对健身房的要求。对，你要说你咱们那个买个在哪儿买个房子吧，那附近有没有健身房呢？那咱们租房子也行，就是那种，对，他可能就是会，对，别墅都很偏的，是的，20岁跟33在一起合适吗？现在我真的会觉得年龄差别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要素，就是你跟别人年纪差太多的话，我觉得早早晚晚会有问题，就是你整个人生。你不是说孩子年纪就是我不是说小孩子他一定有问题，但是孩子吧，就是年轻的孩子和就是中年的人，或者说就是差10岁的话，你人生整个轨迹其实就不一样的，因为年轻人他有好多重来的机会。这就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就会觉得说那个他总要求我做一些事情，因为其实那个中年就是中灯嘛，我们不叫老灯嘛，就这些中灯，像我这种35岁的中灯，其实我们对时间的，包括对人生的规划，就是特别严肃，但是小孩子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人生不是刚开始的要享受，或者说我都不知道那个是对或错的，我先走一走，他有10年的就是有10年的那个。就大家不相同的那条路，他必须得走，所以就是你找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也有特别成熟的，但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对生活的一些追求绝对不一样。中灯他已经步入到那种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严肃了，他不能让自己再输了，但是小孩子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更帅的没有，我现在就又在折腾，我就想把别墅卖了，然后给家里买一个小房子，这样呢就是压力还小一点，因为我别墅也挺，房贷也有房贷，我就说那实在不行把别墅卖了吧，然后我暂时我也不买了，我就给我妈妈买一套，然后就是我这样就没有压力了，然后就跟那个200当租房子了，现在整个人生就是减重，就是我会觉得说生活的压力，就对于一个中等来讲的话，就是减重是太重要了，就是减压，就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狠。我30岁的时候我31岁的时候，我那年差点没买深圳的别墅，深圳的那个豪宅，然后每个月的那个房贷3万多，我差点买那个，因为你会觉得说你还年轻，你有创造能力，你背点压力，其实就是
蛮好的，但现在幸亏没买，要买了我一个月3万块钱，对，给生活做减法。我换房子太频繁了，那只能说是你们的生活里边比较频繁，就是我身边的人其实还都挺能折腾的，小大夫不是还要还2个车贷和房贷吗？2个车贷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还2个车贷？他是1个车贷1个房贷。凯迪拉克又不是他的，凯迪拉克是我的呀。妈妈住别墅就好了，妈妈住不了别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那个别墅1楼没有长辈间，就是妈妈是有关节炎的，所以她每次就是上2楼她比较痛，关节会比较痛。第二点呢是因为别墅其实会有一点点生活不太便利，妈妈又喜欢下楼买菜呀，就逛一逛啊，所以妈妈也其实主要是妈妈的想法。第3点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别墅区吧，周围的邻居都有一点点变态，就是周围的邻居都有一点点不好相处。我是会觉得说，就索性让妈妈住高层嘛，一是有电梯，二是妈妈也可以没事下楼溜达溜达。因为现在妈妈如果说买菜的话，你们也知道，老人也不一定会开车，然后她要去那个门口的那个菜市场去买菜的话，大概得走1公里左右。因为那个我们别墅区非常大嘛，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就是别墅区是非常大的，然后那个菜市场是在那个小区门口，1公里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那个难过。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夏天也比较热，对，夏天会比较热。如果说就是你们可能就是在春秋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那什么广东是几乎没有，几乎1年4季全是夏天的那种。老年代步车，我妈妈跟你们妈妈不太一样，我妈妈是那种娇娇女儿，我妈妈是那种就是一直都是做那种全职太太那种，所以她也不会骑车的那种，所以就给她换一个，因为其实我现在给她换那个高层的话，一方面我不用还贷款了，另外一方面对于她也好，就我贷款整个的我就不用还了，我现在还有60多万的贷款，多好吧，不是60多万，是80多万，主要是挺亏的，是，刚才有人说那个小大夫2个车贷，那个我不知道你听谁在那块胡说八道啊。小大夫那辆车确实是以小大夫的名义买的，当时是怎么回事？当时好像是因为我的那个酒吧里边一直都会有一个官司，那个官司不是说我的，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物业和那个他们的那个房东的官司，所以就影响我贷款，然后那个时候就让小大夫帮我贷的款。后来呢，就是我今年其实打算就是我去年不是那个去北电去上学嘛，然后也是差点学费，然后再加上吧，我那个时候是想着说就在北京生活了，所以就把那个车就卖了。一方面呢是有凑点学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广东地区那个车吧，你放在那不开的话会长毛，车不开，
所有的车如果是你长时间不开的话，这个车会有毛病。所以呢，就是这个车我就卖了，卖了以后，然后我就把这个剩下的那个车贷，然后就给小大夫了。所以这个不存在说他还2个车贷啊，就是后来小大夫他那边差多少钱，我就给小大夫转了多少钱。所以小大夫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们说的，那就是他没提前还，我是给他了，对，我是给他了，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我没问过他这个事儿，哭了叨叨了，叨叨对这些东西他没有太大的欲望，其实按理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房价这么低的话，我也是想着说，租房子还不如买房子呢。但是他又不想在哪个城市他也现在也不确定在哪个城市，现在一个首付几万块钱，那几万块钱还凑不出来吗？对不对？其实买房子，我觉得是好时候，是契合的时机，在 B 站评价你的视频我看了吗？没看，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跟小大夫的关系还不错，我自认为我俩关系还不错，所以我也不用去看，我大概知道他说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每次想起小大夫，我都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然后有一些，哎呀，就是会也挺心疼他这个年纪，对，但是没办法，我觉得好的适合的关系，适合的关系是很重要，你可以看看他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要看呢？我不用看呢，我干嘛在乎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呢？就是别人怎么评价我，包括我直播间里我怎么评价他，我觉得他也不会看，然后他怎么评价我，我也不会看。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做自媒体的话，会有一些直播时候的发言，也会有一些就是说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东西你太在意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个对错，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着直播可能会隐藏彼此对彼此的这种关心呐、之类的，因为我现在也有对象，小大夫也会。就是也不敢有什么事儿都敢找我，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前2天我回家，我听我妈说了一件事情，还蛮让我震惊的，就是小大夫他前一段时间车被划了，如果说我要是单身的话，我觉得小大夫会跟我说，但是因为我跟二把刀在一起，他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当时我都能想象，就是小大夫，作为这么小的孩子，然后车被划了。他应该不太会处理，他应该挺想跟我去说这个事儿的，但是，其实他也在成长，他也在成长，新专辑还没有那个正式发售，他有对象了吗？我哪知道啊。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对象吧，因为二把刀天天看我手机。我问人有对象干嘛呀？华安开的辆客没有，我的车卖了。实体店嘛，是实体店加上 U 盘，他要重新买车了吗？没有，
建议你们就是说，错过的话题就不要再问我了，就我讲故事很累的。未来不也退了吗？这天天在我直播间里造谣，哪来的未来呀？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啊？没有未来啊，就当我面儿在那块儿胡说八道造谣之类的。你真喜欢小刀？这有什么质疑的吗？这还质疑呀？就有一些人吧，看我直播看断断续续的，然后就会联想，就是他们其实就会有一些联想，就比如说什么事儿吧，他们就看不明白，或者说就听了个大概，然后他们就在外边说啊怎么怎么的怎么的啊，就是直播吧，建议大家是看明白一点儿，就是看清楚再去评价啊。什么宝马 i3，我确实有很多买了很多辆车，但是小大夫就2辆车，一个是他现在开的雪佛兰，叫什么雪佛兰科鲁兹，一辆是之前他给他买的那个小鹏 G9，想提问因系生情吗？不是因系生情，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拍过很多戏嘛，我拍过很多戏，我不会因为剧情推动去喜欢一个人，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些我合作的演员，其实你们对他的好感就是源自于他的那个角色，所以就是我们私底下拍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私底下是什么状态，不会因为剧情会喜欢一个人，明白不？就是，因为你们看剧可能会因为剧情喜欢一个人，我们拍戏的时候，我们是大家都看到彼此真实的样子，包括他平时的那个行为，这是你们作为观众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不会像观众一样因为剧情去喜欢一个人，这个能理解吗？我说的够明白吗？现在就你母亲和小大夫住吗？还有我姐姐，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剧情啊，然后俩人在一起啊，一定是剧情之外的这个人私底下的行为。如果说这个人，私底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演戏又很敬业的话，那可能就是我喜欢一个人的主要原因。小大夫会一直住在你的别墅里，如果他想住的话，他就住呗。如果说他有一天他谈恋爱了，我觉得他自然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前任的话，如果说他过得不好，我也不会开心。如果说住在这儿，能减轻他生活负担，然后再加上他能有一个小家的感觉，因为他跟我妈妈还有姐姐的关系处的也非常好。如果说他在这儿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吧？那他就在这住嘛，因为我家里人其实也觉得他也挺好的。我这边如果说他住在这边，我们就不回来就好了。还是希望他过得好嘛，哪怕他是前任，也希望他开心一点儿，
对生活就是轻松一点嘛，对不对？叨叨能接受吗？我又没亏待叨叨，叨叨有什么接受不了的？那叨叨跟我在一起，非得就住那个别墅，不住那别墅他就要跟我打仗吗？对不对？那我同样我对叨叨也好啊，对不对？那不一样的道理嘛，那有啥接受不了的呀？这不妨碍我对叨叨好，是不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啊，你前任住在你家里怎么样？我现在又没住在我家里，我又没跟我前任住在一个床上，对不对？不住在别墅，就是跟你母亲住在一起，他不介意吗？他可能会介意，但是我真的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任何人满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那个小大夫你搬走吧，那现在他的网友，包括我们之间的就是我们曾经的 CP 粉又会觉得说我这个人很冷血，啊，那我觉得叨叨也会觉得说，哎，你对前任这么冷，那会不会对我也非常的那个怎么样？对不对？你怎么做其实都会不满意。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哎，他愿意住在这儿，那住在这儿呗。我跟叨叨又不在住在这儿，而且这个别墅我们非得，叨叨也没有想住的别墅，因为叨叨其实也会觉得说生活便利，能叫到外卖，能有好的健身房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有啥介意的呀？啊，那有啥介意的呀？你要就这个介意那介意的，你就找一个处，对不对？啊，你就找个处，你就找个没处过对象的，他生活里他就特别干净，啊，那快把别墅卖了吧？为什么着急卖呀？我觉得他愿意住就住呗，那个别墅现在也卖不上价，小大夫愿意住就住，关键我们又没有说住这个别墅，对不对？我们要说住这个别墅了，那我住别墅其实也没有你们想象的好，对不对？住别墅，你们表面上说住别墅好之类的，有个小院儿，有田有地，然后就是可以养狗养花之类的。但是别墅其实，就是相对来讲的话，生活没那么便利，周围没有什么外卖，然后商场也没有太多，附近可能有的甚至都在村儿里，就是可能会环境比较好一点，但是与世隔绝的感觉，所以别墅没有大家想象的好。应该有自知之明要离开，感觉他这样不是特别好。这个我还是会觉得说你们吧，别管人家事儿。就虽然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们可能是为了叨叨说，但是反正我跟小大夫接触过，我对他这个人的评价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就你们不懂那个感觉。你们不懂那个感觉，其实，我就说一句，我说一句就是，我心里的最，我也不是说为他说话，如果说他有一个好的家庭的话，他不会这么依赖我，就是他原生家庭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就我只能说到这个份儿。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个好的原生家庭，他有一个负责任的家庭的话，他不会住在我这儿。就是他现在，哎呀，具体的别人的具体的情况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说的特别明白，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的特别特别明白，就是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对，所以就是说，
无论怎么样，我俩在一起2年，我都想着说，就真的年纪大了，就觉得跟谁都闹不起来，也跟谁也不是仇人，也不会，包括我跟叨叨在一起，我也会觉得说我享受这种平静的这种状态，就是岁月静好，我希望岁月静好。希望岁月静好。这小大夫有什么条件？得超过我吧？你怎么的也得超过我，对，比我要优秀一点。就是人生不能倒退，得比我优秀一点啊。北京退租的时候，房东有刁难你吗？我们没退租呢。刚才有人说那个小大夫人品怎么样？我觉得他人品挺好的，就反正我跟他接触，我这到现在我觉得我表达很清楚了，我俩分开不是因为他人品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性格不好，就是我只是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一直有钱的话，一直跟他谈恋爱，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像我平时压力比较大的话，我就跟他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矛盾。那生活上的矛盾，然后2个人方向又不同，就很难走到一起。就是如果说你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他人品挺好，就说白了就是他，哎呀，我觉得他人生刚刚开始，我只是觉得他人生刚刚开始，就是他会遇到新的生活、新的人，对，主要是我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人生只希望他那个越来越好吧。你觉得他在等你回头吗？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可能对我来讲的话，叨叨就算是接触的所有人里边最合拍的一个人了。就是其实我跟叨叨现在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像兄弟，像伙伴，像爱人，就是平辈儿之间的，平辈儿之间的。但是我跟小大夫在一起吧，就有点儿两个世界的人，所以我更享受就是这种，就是有交流的感情。对，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每天有话聊，然后有共同的方向，这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现在回忆起来，跟小大夫都是，就是像绿豆的那个状态，就是有问题我俩沟通，就是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说，因为他年纪太小了，
这你跟他说什么呢？他年纪太小了，他20多岁，你有压力，你跟他说什么？就好比就是说第1集的时候，我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也不会跟他说，我说什么呢？他能懂吗？他能解决吗？对不对？就是没有交流的，包括我们私底下就是在一起，没话聊，就是对任何事情没有共同的话题，老婆喝水呢。啊。老婆你饿不饿？那你点呗。你饿，你也饿了。我不饿。最近还凶过你吗？最近2天他应该被最近2天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他应该被我的生存能力和就因为最近2天其实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在看房啊，然后再去住各种酒店呐，我觉得他这2天出奇的乖，因为他可能被这种生活震撼到了。放屁！就是因为这2天是买车、看房、住高档酒店他整个人就是那种哇哦，对，就那种，他之前跟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觉得说，真的上当受骗了，原来百里根本就不是有钱人，结果他来这边，就是我们离开北京之后，他会说，没想到。跟传闻中的一样，所以对，所以他就是出奇的乖，对他好起来了，他立马就是那种大气都不敢喘了，要不然在北京的话，在北京是他欺负我。这边我不欺负他，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生活是美好的。就我们俩到了那个惠州以后，觉得吃的真的很好吃，就每天就是比如说我们第1天那个到了那个海边，我们吃了一个卤鹅吧，卤鹅就是4拼，有鸭还是鹅肾、鹅头，还有鹅肉，还有鹅掌，我的妈呀，那真的超好吃，真的太好吃了。在北京你真的，哎呀，在北京你真的就大家生活的都不太好。在北京你想想，就2万块钱能租到的房子，基本上在这边7000块钱就能租到。他在北京生活就是没有生活品质。你在北京你不可能开车吧，对吧？你在北京你想租个大点的房子，你租不起吧，对不对？你这边你说实在的，我就惠州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就是大概80-90平的房子，1500左右，惠州1500左右，然后这边的物价吧，你要说高吧，我觉得跟3线城市差不多，但你说跟北京来讲的话不会，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粤菜它就是贵。比如说你吃个猪脚饭可能13块钱，但你要想吃个烧鹅可能78，就是它就是粤菜就是会稍微贵一点，所以就是你像我昨天吃2份肠粉才20多块钱，然后点了很多东西才40-50块钱，就是会觉得好吃，然后又便宜，然后就觉得我焦虑症都没有了，就我一来我就觉得我不焦虑了。就很好，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那个时候就是，哎呀，又想自己做那个大老板，然后又想就是说那个做一个好对象，
然后又想着说什么那个那个当一个什么好的导演，又想什么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之类的，真的把自己逼死了快。真的，我就觉得，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骂了一个叫7月份的狮子座吧，狮子座的7月吧，还是7月份的狮子座，我还骂他，我说你人生你不能那么不上进，我们2把刀他不像你那么不上进的。结果我骂完他以后，我发现我整个人就是，想上进也没有力量，到最后现在就摆烂的生活。我真的想跟那个7月份的尾巴道个歉，原来摆烂这么好。7月份的尾巴你还在不在？原来生活真的可以摆烂。太拼了！我那个时候就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闲下来我就会恐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不觉得开心。被骂完已经拉黑，没有，他偶尔还会过来。都在摆烂，是的，适当的摆摆烂，你才能体验到人生的意义，要不然你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逼自己，我的天呐，每天我都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样吗？都是那种有钱人来我这边喝酒嘛，然后我也主要就跟他们交朋友嘛，然后他们就就是每天晚上喝酒可能3、4千、4、5千的那种，所以人家不差钱。然后跟他们逐渐了解，我就发现他们是北京一套房，深圳一套房，然后惠州一套房，基本上我那个时候接触的人每个人都有3套房子、2辆车左右，所以你看我后期的这个，我是一个模仿能力特别强的人，可能看别人有车有房，我也逼自己买车买房，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自己搞了2套房、2辆车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把自己逼得特别紧，然后贷款就特别多，然后每天就觉得贷款这么多，我要努力的还贷啊，然后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呀，然后走一走那个，就是开创自己的商业帝国呀，就想的很多，就那种，然后呼风唤雨啊，那个时候员工有10多个，然后对象咱们都找20岁以下的那种，就那个时候就完完全全就是想追求那种生活，但是你现在想想，你有那些生活，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要压榨自己，不断的在努力，才能维系这种生活。能懂不？就是你没有时间去享受，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可以找20岁以下的，但你体会不到跟20岁以下的那个谈恋爱的那种美好，因为你要供养这个20岁这段感情，你每天你都是朝九晚五的在应酬，回到家以后你没有心思看着你旁边的美娇娘，你没有体力，你没有精力，这个美娇娘就金屋藏娇了。所以就是，包括那个时候我就买各种房子呀，怎么样？你没有时间就是你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你没有就是那种买房子的那种特别快乐、特别满足的那种状态。相反的，你在买完房子以后，你就在想说，贷款好多，要努力工作了，就那种感觉，所以你根本就体验不到那种开心。就是真的是人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这2天就是开车呀，包括就是开始就是住酒店呐，然后去把之前在北京的一些事儿都就一点一点的在做呀，其实焦虑症完全没有了。是，
就你说我在北京25块钱我才能吃的稍微 OK 一点儿，但是又难吃。在这边呢，我25块钱，我加35块钱我能吃，我加个10块钱我能吃的特别好。就你知道那才是生活呀。那北京的那个牛杂一股屎味儿，哎都不洗干净，然后就是特别难吃。那边的肠粉都巨难吃。你们要吃，我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真正的肠粉，你们要吃普宁的。普宁的肠粉的那个汁儿，普宁的肠粉的汁儿不是酱油，不是调制的那个黑乎乎吃的那个酱油，普宁的肠粉是那个料汁儿，它是粘稠的。就是我之前我非常不喜欢吃那种肠粉，就是那种带酱油的那种肠粉，但是我吃了一次普宁的肠粉，我就觉得原来普宁的肠粉才是肠粉。但是真的广东的你要吃的好的话真的很贵。比如说你想吃个鱼生啊，其实挺贵的，你想吃个那个海鲜挺贵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想喝个粥，哎，你想去那种大排档吃一吃，我觉得蛮有性价比的，也不是说便宜，但蛮有性价比的，你就会觉得说海边城市真好。面色红润，是。看完11集哭死，11集有什么哭的？是第10集哭，你是不是哭晚了？第10集哭一哭我能理解，第11集有啥哭的？对，看错了啊。这部剧太好了，甜哭的，会有第2部吗？就是对于我来讲哈，我会觉得拍剧压力太大了，就是拍剧是一个非常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拍剧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如说这部剧如果说有投资的话，那还好。有投资的话，我得应酬那个投资人，我得把这个，比如说投资人出钱的话，我就得就是包装我的作品，然后包装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之类的，然后你让他心甘情愿的去掏钱，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投资的话，我就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损害的是自己腰包，所以这个压力其实你想想，别人给你出20万、50万、100万，你怎么能让人就是把这个钱，对吧？现在大家都没钱，如果是人家出这个钱，你怎么让人觉得说我心甘情愿花这个钱？你们能想象吗？对于你们20多岁、30多岁，甚至没见过什么世面、没谈过恋爱的这帮人，你们能想过吗？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么多钱，所以你们压根儿就不能想象，就是说你们花这笔钱的时候，你们压力有多大。就是你必须得让他觉得说，哎，我愿意花这个钱，让别人相信，就是说，哎，百里屠夫，他是值这个钱的，他做的剧也是值这个钱的，所以挺大的，压力挺大。第二点呢，就是拍剧吧，因为我是主要创作人，其他人呢都是来辅助我的，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创过业，哪怕老板招到再好的员工，老板就是老板，员工就是员工，员工跟你是，他可能尽力的在跟你靠近，但是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也如果说真的发生利益的冲突的话，他肯定是向着其他员工的，明白不？所以呢，就是创业是孤独的，拍剧也是孤独的，没有人真正能体验到，就是导演或者说编剧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的人会觉得你臭矫情，有的人可能会看了剧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剧本我没 get 到，但是很多人就因为赚钱，他们会陪你去一起去完成，但是他们并不认可你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吃透你这些东西，并不欣赏你，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孤独的，是非常非常孤独的。整个的过程里边，可能团队里都在质疑你，团队里是都在质疑你的。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管理人其实会非常累，管理人是非常累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详情，就是其实拍我的剧是没有报酬的，就是演员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大家是免费来拍这个剧的。免费来拍这个剧吧，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能要求他们像员工一样，那些你付他们工资的人，你可能要求他们，但是演员其实你就没办法要求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来帮忙的，都是冲着你白里屠夫，然后那个免费来出演的，所以你不能像那种管理员工一样去对他们，你要哄，你要关心。你要去试图理解他们作为牺牲了那么多时间来，帮你去做一个剧的那种感受，所以你话不能说得太狠，但是呢，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这样，你不给他们要求的特别详细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像你一样那么紧张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立这个规矩还不行，你要立了也不行，最后人家你如果太严苛的话，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没情味儿，没人情味儿。你要是不严苛的话，出了问题，他们就说白领也没有要求啊，所以，其实压力挺大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后期我们在拍剧的时候，现场基本上都是我在协调。现场基本上都是我在协调，就是我又是导演，又是演员，又是整个的调度，又是这个对外的那个这些人。整个剧下来，我真的不夸张，我每天我都害怕。每天我都害怕，就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明天这场戏他们能不能完成。下一场是最重要的一场戏了，我害怕。就说白了，就是这部戏你们现在看到的成功，都是我一开始就预料到的。为什么你们现在看到的最精彩的剧情都是我后期补拍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大家想看这个东西。但是呢，拍这些东西浪费了我好几万块钱，就是拍这点东西啊，就是拍了2集，浪费我好几万块钱，然后甚至破坏了别人的感情，才换来的，这是作孽的。说实在的，如果说我们不补拍这几集的话，叨叨不会跟他前任分开，能明白不？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拍了这个剧，然后，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拍了这个剧，然后在剧组里乱搞了，不是，是因为拍了这几场戏，我们真的要作为演员来讲的话，真的就是要信任彼此，这个过程里边可能真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所以，叨叨可能就激化了他跟他前任的那种矛盾之类的，所以他才选择分开的。
但是他就是这个事儿说出来，我本质上来讲哈，我是想为这个剧，就是加一份自己的一个，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你真的无形当中导致了很多的结果，真的导致了很多的结果。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叨叨的前任就是会在后边说我坏话呢？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导致了人家这感情发生这样变化。但是其实我本质来讲的话，我没有初衷来讲的话，没有想跟叨叨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过。但结果是这个结果，所以拍一部戏啊，为什么我每拍一部剧，大家都会觉得是我跟那个演员可能说有什么？因为你要想把情侣的戏演好，真的要信任彼此。你要想把情侣的戏演好，你真的要眼神、心理，包括日常，你都要去不自觉的会去依赖人，你才能把情侣的戏演好。我觉得我拍小茉莉的时候，就会觉得龙二真正依赖我了，所以我觉得小茉莉是演的最好的，就彼此其实那个感觉太重要了，你怎么演好，就是信任彼此。可以看小红书私信吗？我想跟你聊聊。我对象不让。我平时这些软件儿他都看特别紧，有的时候我就无意当中撤回什么，他都会拷问我3天。就我现在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敢回复，只想跟你说故事啊，正经人，就是你说故事，我大概你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想让我给你拍呀？这个叫见财忘祖。啊，你自己的，那你就自己那个花钱拍就好了。我不会免费给别人拍故事的，我可以免费拍自己的故事，但是别人的故事我不会免费拍。就我们正常有一些投资人，就像芝麻一的投资人都是什么呢？他把自己跟前任的经历拍了一部芝麻，就是高志鹏那一段就是什么怕鬼的那一段是这个投资人的故事，所以他给我投了50万。所以你们的故事吧，我说实在的，就是可以拍，但是得需要，哎，对你制定一部，我可以给你拍，报价是多少？我不是说了50万吗？50万吗？定制一部，是的啊。直接立头小目标，我们这种水准50万100万就差不多就能，就是我就这么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就是绿豆这种就是50万差不多，你要做的再高水准一点，50万就不够。最多赞助是我有一个合伙人，
第一部那种质量是在压预算吗？第一部剧是我自己投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预算，我拿出几万块钱拍的。从芝麻开始就是有人投资了，然后就是那个芝麻二和小茉莉都是，梁总的原型帮我投的，所以具体那个投资是多少，因为他又跟我合作酒吧，所以多少我其实没有办法计算，因为他是又投酒吧，然后又投剧，其实拍那个小茉莉其实就是为了酒吧去造势，能明白不？就是小茉莉其实就是为了，你们就可以理解为小茉莉其实就是我们开酒吧的一个广告而已。那你点寻思，第一部龚大虎那部嘛，是的，龚大虎那部其实就是我刚去北京，然后我自己拿了几万块钱拍的，所以整体没花了几万块钱。对，没花几万块钱。其实拍剧能不能拍好，其实就是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预算嘛。你预算到了，其实很多的技术层面都可以解决的。第一部出了好多歌啊，第一部其实不是为了那个剧出的，有几个是为了剧出的，有一些其实是那个我之前就出过的。把谁捧红了？那个我觉得捧红谁都是意外，就是我也不是说为了捧谁我才去拍的剧，我们拍剧的主要目的其实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短剧，热爱拍短剧这个事儿。就是我会觉得说能把这个一些令大家有共鸣的故事，通过影像去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成就感的。而且我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一步一步到现在又进行专业院校的学习，其实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奋斗的意义嘛，那你这个学习的意义嘛。所以本质上来讲还是热爱。那你要说捧红谁了，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一方面是靠实力，一方面就是说靠运气。捧红谁其实我们没有去预想捧红谁。就像我这部戏，我其实是预想捧红小薇，但是你看小薇，她也没有多红。对吧？我们其实想捧红小薇的，你看小薇，她最近她也没有进行自己的宣传，因为她生病了，所以这个红不红真的是也是看运气，也是看运气。这部戏你们能感觉到我其实就是在捧小薇吗？所以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预测。我觉得小薇这个角色就太好了呀，小薇这个角色多好啊！这不就达到了预期吗？我觉得达到预期，
就是后边这几集达到预期了，前面可能就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部戏主要原因就是为什么没有前面几部热嘛？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跟二把刀在一起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有很多人会有一点抵触，就是我俩在一起，就会觉得是资本和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其实是一开始会有特别不好的一些眼光去看我俩这部剧的。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确实是也隔了很久没出作品了，也很久没出作品了，所以大家也没有去再关注了。第三点，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是素人，就我们这部戏吧，没有那种就是像龙二这种人去坐镇了，所以都是素人的话，就靠我自己，我在这个一些观众的眼里评价不是特别高，所以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没再看了。但是后来你看，就是11集、12集，其实就达到了预期，但是我觉得达到预期也太晚了，达到预期有点晚了，可能再有2集就大结局了。还好吧，我只能说还好，还好。还有可能是平台限流。这部戏其实我之前拍了一些剧，特别是芝麻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没事刷抖音就能发现，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是在抖音上发一些片段，那些片段其实会越来越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这部剧吧，没有太讨论爱情，就是没有去严格意义上去深讨爱情，所以就是可能这个点也不足以让大家去单独发个抖音去做讨论和宣传，能明白不？就是你像为什么芝麻有那么多人去宣传，因为芝麻会引起大家共鸣，然后谈论的主要是爱情。其实我们这部片子其实主要谈论的，我觉得是友情，就看导演的这个重心是在哪儿了。导演的重心就是彭小薇，所以我们的那个讨论的那个方向，大家关注的点其实就是闺蜜出轨就是闺蜜的男朋友出轨要不要就是告诉她本人，这些东西其实不足以让大家就是发这些东西，因为大家想看的是爱情。我想问一下，剧会有相应的收益吗？没有，没有。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粉丝也是多啊。应该会有品牌赞助吧？没有。没有没上的剧没有。怎么会没有收益？那收益在哪儿呢？我很单纯，你觉得收益在哪里？谁会给你收益啊？啥没有就等饿死吗？我们是因为热爱啊，因为我就是学导演的呀，我就是学导演的，所以我拍一部作品去锻炼自己，这不很正常吗？我觉得品牌流量上来了，什么玩意儿啊？你觉得是你觉得？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一下就大家就明白了。一般去请，就是比如说就是广告投资啊之类的，
那我们这种剧它是同性恋剧，投资的一般都是同性恋企业才会投资。你正常的品牌没有人会投同性恋的剧，也不会在同性恋的剧里去给自己打广告，这个大家能明白不？就哪怕你的剧再火再热，但是你同性恋剧没有一个正常的，不是正常，就是没有一个直男企业或者说老板直男会投一个 gay 剧，能明白吗？这个大家能懂哈。第二点，如果说就是有同性恋企业找我们打广告的话，一般同性恋企业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大。一般同性恋企业没有做的那么大的，而且现在经济这么不好，谁会花几万块钱投资这个东西？对不对？你那种黑魂，你让我打广告我都不打。所以有的人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投资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那个什么打什么广告，我觉得你可以跟那个社交媒体去合作一下，你觉得你了解这个行业吗？你都不了解，都是我觉得，有的人还觉得说你怎么不上湖南卫视呢？我还想上星空卫视呢，对不对？我觉得。找普鲁蒂，你知道普鲁蒂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随口就在那块儿胡说八道。普鲁蒂现在他自己都自身难保。普鲁蒂他现在连影视部都没有，他干嘛要投这个剧啊？是不是？都是你觉得，就很多人对这个行业不了解，然后就给我来个你觉得，这不是你觉得。在抖音接星图，你看这个人就是我很单纯，你真的很配你这个名字。接星图，你抖音同性恋剧都播不了，完了你还在抖音接星图，你真的很单纯。我都不想跟你说话的那种。怎么不像大梅一样粉丝充电？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说，我觉得我一直不收费的话，其实有点破坏大梅他们在大家心里的那个，对吧？你看人家大梅充电，然后我这边不充电，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在，就是无意当中去背刺大梅他们的那种。这种形式，但我说句实在话，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收费？其实是因为我不敢收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吧，达不到收费的标准。就是我每一部剧我都觉得拍的很粗糙，有一些就是我到现在我的剧我都觉得不合格。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这种小体量的这种剧，没有很好的投资的话，我们的画面，包括我们收音，包括我们的剧本打磨，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没有达到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收费标准我必须得达到，我才能去收费。就是我现在看我们的演员，就是现在只有一个演员能达到我的这个演技标准，就是龙二。如果说个个都像龙二这种演技，然后我们的投资可能达到100万左右，然后什么都特别专业的话，我会收费。但现在就是大家演的都那么垃圾，就是二把刀在你们眼里都已经算演的好的了，就这种东西我拿不出手。你们既然觉得二把刀演的好，你们既然觉得小薇演的好，你们其实对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对这些东西可能要求比较低，但是其实收看我们的有一些，我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人在关注我的剧，
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有很多娱乐圈的人也在看我们的剧，啊，娱乐圈的剧娱乐圈的人也在看我们的剧。其实，在他们心里，他们就是有一个评价标准的，就是你拍的东西太初级了。如果我真的要拍的很好的话，我相信，其实有一些在暗处的人会联系我，但现在显然没有。你们能懂不？其实，这个圈子里，真的有很多隐藏的大佬。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圈？其实就是因为不够格呀。你得通过不断的去拍摄提升自己，等有一天你真的够格了，然后你引起大家的关注了，那个时候我也就上岸了，对不对？所以就我不能收费，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不配。我如果说拍成这样的东西，然后收费了，我遭受不了那些网络暴力。第二点呢，我对影视我也有自己的要求，我也有自己的那个水准要求，我觉得我拍的不好。如果说你让我去看别的那个团队去拍的我这种水准的东西的话，我也不会花钱。我是觉得我不会花钱。让叨叨下海吧，哈哈哈。那个阿迪其实今天表现就一直都是情商就是堪忧，我觉得他就是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有问题的一个人。他刚才就一直让我看一看什么那个小大夫对我的评价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蛮可怜的。我就希望他通过看直播能成长一些，就是他有些东西吧，就是挺招人烦的。他可能一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你不指出他的问题，他就会觉得说他对我还好啊，他还回复我的评论呢。有的时候你把话说得太明白，他才能懂。但是如果说太明白的话，我觉得在他幼小的心理和他自以为是的这种状态里，他又会有点承受不了。所以你也能看到这个叫什么阿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你也看到大家对你的评价，希望你少发言多点赞就可以了。如果你接受不了批评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换一个直播间去跟其他的主播开玩笑。主播好温柔，没有。太出圈容易被抬，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怕太出圈，就是怎么的，就是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通讯录剧啊，做自媒体可以，你要收费的话不行。你拍悲伤的结局可以，你不能鼓励大家都做通讯录。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们不能去大肆的宣扬。如果说你小来小去的，就是说，你们有一个就是做那个自媒体，你们就小来小去的，就是说怎么样都可以。但你这个事儿一旦大了，不行，树大招风。所以大家珍惜吧，珍惜我们现在还能去拍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一天真的相关部门就是可能会比较严格的时候，看不到了，看不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我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就是未来可能，我们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对吧？我们这个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真的大家都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之类的，对，对，我们其实能赶上这个变化，其实挺好的。就有的时候，你包括我，我其实特别能明白这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东西其实也蛮有意义的，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现在需要100块钱，然后如果别人给我100块钱，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乐趣，但如果我要通过我自己去攒这个100块钱，我会觉得说这个钱花的真开心。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跟我哥俩，我俩每天中午是2块钱吃饭，然后我跟我哥俩就特别想买一个小霸王的那个游戏机，那小霸王的游戏机我们那年是25，然后我跟我哥俩就省了，就一直在省，每天中午饭吃1块钱的，所以我俩省了就是将近20天，10天10多天20天，然后我们买了那个小霸王的游戏机，特别开心，玩的时候我跟我哥特别的谦让，都不打架了，结果有一天我爸要回来了，然后我因为玩上瘾了，我哥说你别玩了，爸也回来了，我说我再玩一会儿，结果我爸就回来了，然后一脚就把那个游戏机踹碎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哥，但是我觉得那个游戏机是我玩过最好的游戏机，真的省了十多天的游戏机，很内疚啊，当然很内疚。我俩真的每天中午那个时候馅儿饼是好像是1块钱3个还是5毛钱一张，然后我们中午家里给2块钱，然后我俩就吃2个馅儿饼，其实吃不饱，小孩子2个馅儿饼都吃不饱，好不容易买了呀，但那个时候那个游戏机也真便宜，25，真好。其实我现在还想买，其实我一直都想着说，我现在攒钱，我想买一个就是那种游戏厅的那种，就那种大的那种游戏机落地的那种游戏机，我特别想买一个。现在叫潘多拉嘛，潘多拉魔盒嘛，就是你们去那个游戏厅，还有去那个什么洗浴中心会看到那个，哎，这个打的确实有点奇怪，我感觉我没穿东西似的。这个角度，街机游戏机是的，我特别想买一个，但是我就觉得我买完了以后，一是占地方，二是你没有那个心境去玩了呀，对不对？你不觉得那个好玩了都已经。对，刀刀打呼噜刀都没有。点外卖了吗？没有，为啥不点呢？我不知道吃啥。那你拿过来我看看。
这么夹着说话好看，哪夹着说话了？二宝这么温柔吗？我不发火的时候是挺温柔的。现在那个到图图的地盘了，我们就在这个。你要不要吃这个薄皮蒸饺？行，能好吃吗？我没吃过啊。我也没吃过。尝尝吧。潮汕的，我觉得潮汕东西好吃的。来一个潮汕三鲜呗，然后再来一个白菜鲜肉。行。白菜鲜肉给俩加1块。刚才说话还夹子音。什么都不是煎饺啊，没有其他的可以吃的吗？算了，都是蒸饺。二宝到夹子音说话。还想吃个烧腊。吃。咱们那个中午吃的是烧腊吗？中午吃的烧鹅。那我想吃那个卤的。卤的就潮汕什么卤味三拼吗？还是什么？你就搜卤鹅。这是不是就旁边那家？不是。卤鹅。叫卤鹅。你搜卤鹅应该能搜到。卤鹅拼盘儿。我明天才能进粉酸呢。鹅呀，只有不行，它好多乱七八糟的。感觉叨叨天天都在研究吃的东西。没有，主要是图图研究。我一般我喜欢吃的就那么固定几样，我就是来回点。图图就是要吃的花里胡哨的。茶香虾。行，看着也好吃。这是大虾吗？你这个没有卤鹅呀？没有。这儿。没有卤鹅。你点卤鹅呗。潮汕拼盘儿。没找着啊。哦，这猪拼盘儿。这个1.3公里。行。你们挺近的。哎，这是鸭的，鸭头、鸭掌、鸭翅。都一样。我不知道。不行，让我找吧，我找一家，然后你去里边点。随便吃。非得吃卤的，这个卤鸭就行了。今天取关擦边男不小心点叨叨了。这在惠州哪？在惠州惠阳。
我以前也不是擦边男嘛，我就纯粹的，我也不搞什么那种什么很诱惑的姿势拍照。在惠州惠阳，惠州惠阳。惠阳也是个主城区，吃的也挺多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行。惠阳其实还可以，反正我就觉得惠州吧，你但凡有一辆车，哪怕租房子也会生活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惠州你没有车，因为它没有地铁嘛，它交通不是特别方便，我觉得还是要有一辆车。而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买车真的很难，但是其实现在其实车其实都不太贵了，就是现在的车不像说大家那传统的那种心理，我之前会觉得买车的人都非常有钱，但是其实现在车也有便宜的，是看你对车的那个需求是多少。我现在你看，现在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跟二老大买那个车，16万，就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16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车。可能对于大家来讲的话16万能买那个车，大家会觉得啊，肯定很贵吧之类的，就是就没有。其实生活，我觉得买一辆车其实可以的，大家可以买辆车。男人有车会不一样，男人有车会更爷们儿，就哪怕你平时努的要死，你开车你也会巨爷们儿，就你会觉得说，我要征服天下的感觉。你像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这个城市可能让自己没有归属感。我觉得你有一辆车就有归属感，小城市啊，小城市你要太远的话也，还是有辆车吧，特别是南方，南方你有辆车真的，因为南方多雨，然后又晒，我就觉得你像那个，你看柳州，柳州不都是多交一头吗？也挺好的，对，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学着就是逐渐的享受生活嘛，要不然人生乐趣是什么？稍微有一点点自己的小爱好，但其实我身边有好多人，其实生活的都比较有压力。我就这么说吧，你们可能看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或者说可能是曾经有钱过，但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像我这种条件，在我们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两边儿，我都算是非常，就是用老家的话就是特别出息人，就是他出息了，他赚大钱了，就是就是那种亲戚的眼里，我都是那种特别特别成功的那种人士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能一年过年的钱都要出去借的。就是反正我两边的亲戚都不是说特别特别有钱的那种家庭。我爸爸这边还好一点，但是也会觉得我很能赚钱的这种。我妈妈这边其实大家其实生活的都不是特别的，就一年能剩个2万块钱能撑死，就是大家都不太好，大家都不太好，好多了，这2天真的好多了，
好多了。Good night，爸爸妈妈都是黑龙江人，是的，都是黑龙江人。所以真的有一些，后来我就知道啊，其实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有些人可能不光要努力，还要离开自己生活固定的圈子，或许能成功。我有驾照不会开车，那你早晚得踏出这一步啊！不会开车，你早晚得踏出这一步吧？那当时小大夫就考个驾照都磨磨唧唧的，我说你赶紧去考，我就逼他去考，结果他考下来了。这跟健身还不一样。开车我觉得还是要练，千万别跟我说人家什么胆儿大就行，不行，练一练挺好。对，今天看着我有点胖。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用后置摄像头拍的。本来今天想介绍一下衣服的，但是，就会觉得说也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先聊聊天嘛，后续的再给大家介绍衣服。上来就卖衣服不太好啊。等明天我们在这个主要的那个直播内容就是卖衣服了。叨叨的故事讲完了吗？可以再让他讲一遍。啥故事？就叨叨不像我是很有分享欲的人，其实他本身吧，他这个人吧，讲着讲着他就跑题了，他不像我就是专业讲故事。我讲故事吧，你讲着讲着越来越有点，他是讲着讲着不想讲了，他是那种人。再加上吧，他总觉得说讲别人的故事可能对别人可能有一点点就不太好。对，他讲着讲着，他就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人不希望被提及，是这样。谁叫我记性不好？我这好多事儿记不清了。你不像我就一直在讲，其实有些故事其实都快忘了，但是讲了好几遍记起来了。叨叨是不是很低能量的人？他不是，他其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很低能量的人，但是可能我工作起来我会很高能量，但是叨叨是平时很高能量，但工作可能很低能量的人。他平时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生病的那种。他是在大雨中奔跑，然后3-9天就是那个去冬泳，他都不会生病的，因为他体质特别好。就是我可能1年4季会感冒好几次，他一次都不会的那种。图图讲故事会稍微添油加醋，我几乎讲的故事没有太添油加醋，可能会加入一些表演，但是添油加醋不会。就比如说我讲跟谁的过去的话，99%是真实的，99%是真实的。菜刀屠夫，这个就是屠刀嘛，哎呀，这个镜像，镜像，这是屠刀嘛，这叫屠刀品牌，这是那个我之前就是好像6-7年前设计的一个 logo。然后这不我跟2把刀在一起了吗？我就说那把这个屠刀的这个 logo 用起来，然后就是正好就是我俩一起做一个小品牌。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logo，这就是这个英文叫屠夫，这个把刀就是刀，所以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缘分。你看我合作最好的是那个龙二，
然后我最终跟那个刀刀在一起了，屠龙组合、屠刀组合，那其他的就没有，而且就是屠跟龙和刀都，我们仨要合作的话，屠龙刀，就是真的是，希望大梅他们能整出个倚天剑跟我们抗衡，压力给到他了。1刀999，我前一段时间还玩传奇呢，玩了一段时间，充了几百块钱不玩了，有点巧，这真的是缘分呐，对不对？商标注册了吗？还没注册，谁要敢抢在前面注册，别人说我砍你全家。200斤穿几个叉？200穿3个叉。叨叨咋不露脸？叨叨多累了。这我直播间，想看他的话，你刷个礼物，我让他露一面。那有些东西就回不去了。你看我把头发染黑了，我也不觉得也自己年轻，因为哪怕头发染黑了，你的法令纹也是深的，你的脸也是肿的，你的原来的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就是你年纪大了。就是你再染头发，你也不年轻了。就我之前真的是单眼皮，然后我也不会有这个双眼皮，就是这个双眼皮我也不会有，但是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对，会变，这年纪大了。35岁其实你身体机能就是不好，特别你再一胖，我觉得胖首先性欲会下降。再一个会累，还会有各种负面的情绪，然后不想运动，走2步就累，身体会有，胖会引发各种炎症，我会觉得胖是就是万恶根源嘛。那你想减肥，你这个年纪你也不想减，包括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胖胖的挺好看的，但是我发现胖在自己身上就不好看。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我这个视角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那个林俊杰的，因为肚子挡着，就看不到自己的林俊杰，很害怕。真的胖了，林俊杰会变小。真的是这样，你们真的不懂，就是你们没胖过，就这个肚子是圆的。之前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肚子大一点，但是现在能看到自己肚子是圆的。那我能说啥？不是一直健身吗？没有，后期我焦虑，我就没去健身了。再加上，哎呀，我那个时候在北京总是病病殃殃的，就是我在北京，今天这个毛病，明天那个毛病，耳朵又疼，睡眠又不好，然后又觉得说，哎呀，感冒了，就那种，在北京就是反反复复这样，真的不是因为懒，就是你真的发现自己身体不行，然后你稍微感点冒，你都不能去健身，不是水土不服，就是北京那个城市，就是你吃不好，睡不好，就是吃不好睡不好，那你咋整呢？
我那个时候就是北京，它不是有暖气嘛，然后每天鼻子都，就是浑身都干，然后鼻子也干，然后就会觉得哇，然后，哎呀，憋死了快，对，非常难受。CD 什么时候发售？CD 得年后了，你们大家别着急，好帅的零。我现在看别人说我是零，我都不生气了，因为我没事，我还，其实有的时候挺尴尬的，就是因为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吧，有的时候我会管他叫老公，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就是我要说一些特别爷们儿的话，然后我都会有一点质疑，我说那个就是我就会叫错，要不就叫老公，就叫老婆，有的时候会嘴瓢儿。现在就会觉得10没那么重要了，就是称呼上10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去，做零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不知道，我要开始讲内幕了。其实一开始吧，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吧，我会觉得他更 E，因为我跟他拍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然后身材又壮硕，所以，其实你们看12集的时候，就是安装柜子的那些画面，我看弹幕上有人说哎，图图真爷们儿，什么动手能力真强。其实那个装柜子也是二把刀在旁边给我装的，然后我就在那边摆拍了几个镜头，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吧，我其实对二把刀吧，我就觉得说，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觉得说就是俩人会在一起，也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期我俩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就是因为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吧，已经就是都不在一起见面了，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就是。也很突然在一起的，所以我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印象里都是他在装柜子啊，或者说特别有担当的那种状态。一开始吧，我也其实很纠结，就是说在一起俩人谁一谁零啊，我会纠结。但是真正的就是，让我很意外的就是二把刀。跟我在一起第二天，他跟我同居第二天，然后他就有一天洗完澡，然后他就摆好姿势了，就在等我。摆什么姿势啊？其实当时我也害怕，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觉得健身的人是那个不羞耻的，就是我会觉得说你要真的摆一个姿势在那儿等我的话，我其实会觉得有点羞耻。我做不到。行了你。我又不是一个劲儿在那摆着等你呢。就是啊，我是看你快来了，然后那个就是意思一下，那总不能俩人连个性生活也没有吧？总得有个人做零吧？反正就是当时我其实我还在害怕呢，其实吧，我其实还在害怕，因为之前真的完全不了解，这样突如其来的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想这个事儿，当真的就是说，他要到北京的时候，我才想这个事儿。我说，哎呀，谁一谁零啊？就是，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也觉得就是做零，其实我不太能享受到那个乐趣之类的，啊，没想到他就摆好姿势就在等我，然后其实我当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肌肉男玩的真大。就这种感觉，然后装什么？真的，我从来没有处过这样的对象，就是我洗完澡，然后他已经就是那样了，然后我其实是震惊加有点尴尬的，所以第一天我们持续了很久都没有太大的感觉。那因为我太疼了。持续了3-4个小时吧，好像是。你少在那儿美化自己，还3-4个小时上了。反正就是不成功吧。后来其实，很多次其实我们都不太成功，因为就是会觉得说，
二把刀怎么是这个状态？然后其实因为他是这个状态，我也找不到我自己的状态，就那种。然后后来其实就因为这个衣领，就是那个他在直播上总说那个他还想做衣之类的，其实我就尝试过一次，但是也不成功。为什么呢？他觉得我的表情太痛苦了。我说那我这是日本风格啊，他可能喜欢的是欧美风格，反正就是没成功啊，就他会觉得啊，你既然不喜欢，那就不要了之类的，反攻就是没成功，其实也不算是有过一次，反正就是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既然没有到那个开心的那种状态，你不要勉强自己，然后他就停止了，他就停止了，就是没成功，对，就是，然后那个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说啊，他可能是真的想做零，他做不了一，他跟我在一起他做不了一，所以我就，就是俩人就磨合的就 OK 了，就找到固定的那种角色，到现在我就坚信就是二把刀，就是跟我在一起，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是说定义谁做一谁做零，就是已经到达房间门口，请您随时出来取您好，饮料的物品已经到达房间门口，请您随时出来取挺好的，饮料的物品已经到达房间门口。就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也不羞耻，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包袱，对，就会觉得说哎，反正大家都是同龄人，然后聊也聊得 OK，然后又思想也 OK，然后就谁做这些东西没那么重要，对啊。可以晒的不一零，他不行，他要是你要跟他晒的话，他可能就是会没事找茬，他就。但你演的戏咋演的真是，因为通讯录我都有一个臭毛病，就是我找的所有的演员，我觉得都有一个臭毛病，就是他们不喜欢在剧里面演零。都有这个臭毛病。就他们太在乎这个荧幕形象了，都觉得说演零就很，很女性化呀，很作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谁都不愿意演零，我就会觉得说，如果零你演好了，其实很可爱呀，对不对？对，我不觉得演零就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很在意。咱们镜头放这儿吧。开前置，就这样就行。摔着大家。行吗？有点小画面。你看一下这个人，你看拍的。行了，这样吧，大小。吃吧吃吧啊，它这个菜还挺少的。嗯。我也有个。房间挺大呀，就是特意为了今天的直播，找了一个特别大的房间。本来今天是想卖衣服的，
它又加热，加热不好吃。我们就在海边吃那天是凉的，现在都是热的，可能原本就是热的。要年后发货了吧？明天就能发。衣服包装是啥样的？我给你拿一下啊。放哪儿呢？装好的，啊，在这儿。这个是我们的包装，这包装是特意做的，特意做的，就是我们仿了那个巴黎世家的那个包装排版，巴黎世家的那个排版，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衣服就是身上这件儿。是的，我这个是 XL 码的，图图的也是 XL 码的。上链接啊，大家就加他抖音就好了。看我的那个主页的简介就好。就是加他主页上的那个抖音，不是加他抖音上的那个主页上的那个微信啊。60多块钱，对，60多块钱，我们不敢卖太贵。69。69啊，不是65，不敢卖太贵。你现在，哎呀，大家都没钱，不光是我们穷，大家也穷。邮费自己出吗？一般会包邮的，只要不是太偏远的地方。69是包邮的，但是你要是什么偏远地区，可能自己出钱。可能就补几块钱，应该也不会太多，也可能不用补，就是看情况。而且在发货之前，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就确认你们这个地址能不能收到。对，确认你们是年前要发还是年后发。我们尽量明天就发，因为怕过2天那个快递停了，尽量年前发。有其他颜色吗？暂时只做了白色。你那个如果说卖得好的话，我们再去生产其他颜色。你们如果明天买衣服的接到了来自北京或者是河南的电话号码，你们不要挂啊。对。错过电话怎么办？错过电话你就找个地方小声接就行。质量也蛮好的，就质量上我觉得，反正比那个网上49的好多了，因为我们也在网购，我们的质量还，我觉得算是蛮经得起考验的。是抽奖吗？不是抽奖。明天回老家怎么办？没事，我到时候打电话会问你什么时候方便收货的。孩子，那个有人问说是纯棉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衣服你要保持稳定性的话，你就不能做纯棉。纯棉其实是大家对衣服的一个误解。你想想纯棉这个东西，你就想想棉花它进了水，它能不变形吗？现在衣服很少有纯棉。对，它不可能纯棉，纯棉是个假的一个结论啊。美国不行。得发到美国吗？我可以问一下。69块钱的东西，然后快递得花多少钱？对，说不定你发到美国还没一件那个啥运费都比衣服贵呢。还蛮
香了，好吃。就虾头也能吃。娟儿啊，娟儿，这么好的东西，这个虾皮都是补钙的，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就丢掉了呀？你看过这个片段吗？没有。双面胶，就是那个女主人公，然后她吃虾，她就那个把皮儿吐了，然后他们家的保姆就是娟儿啊，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那个女主人公说啊，那好啊，那这个虾皮你来吃好了。虾都苦的。这虾头会有一点甜。我觉得双面胶真的好好看，但是双面胶吧，看着太难受了。是讲啥的？电影吗？双面胶就是讲一男一女，然后本来很恩爱，但是呢，因为男方的爸爸妈妈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又到最后，这是真实案例，真实事件。小两口都特别好，然后老一辈来了，然后就各种打，最后真实事件就是离婚了。不是男的把这个女的打死了。啊？那演出来的呢？啊？演出来的呢？没有演出来是那个好像孩子摔了，然后俩人离婚了，好像是。后来那个男方的那个妈妈死了，他俩好像又复婚了吧？好像是。忘记了。那个时候好片子就是什么《裸婚时代》啊，什么那个《蜗居》啊，还有这个。裸婚时代那会儿是金婚呐、嗯。还有那个蜗居后来禁播了。看双面胶，我就会有一点点心里不适，看不下去，就觉得哎，心里特别难受。父母爱情是后期的了，这个有点不好吃，它那个辣酱有点放多了，有点酸酸的。这个主要要吸，我吸的话容易吸到嗓子眼儿里感觉。这是晚饭，明天更新吗？明天不更新，我们过年休息一下。过年二把刀也不在，我自己不想整。平时我俩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剪，然后我说想法，他去实行，然后他去上传。在哪里过年？在那个，我在惠州，他过2天他回那个荷兰。有人转账了。感谢关机了的下单。关机了，关机了，关机了的，关机了是直播间里的谁呀？啊，是你啊，谢谢你的下单。他之前好像就下单了，之前也买了。他之前下单了，然后这是新的。哦。从你的名字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关机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瘦的人，他应该不胖。他又加了一单，关几个？多高多重？他瘦不瘦175、85，那就跟我穿一样，大的差不这多。算是瘦的。但关机了这个名字一听都是那种就是渣男，感觉这个名字偏一。你是1是0，让我猜一下，就是我猜你是1。我猜准不准？我觉得应该是1。为了爱什么都可以做，那就是0。他是个奴。原来是个奴啊！咱们直播可不能乱说，现在咱们有切片了，我不能欺负观众啊！如果欺负观众被切片切出去，我又会遭遇网暴的。范宁，这个范宁，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其实按照我呀，我连衣服我都不想买，但是你知道，这谈恋爱吧，你得给别人希望。我跟大家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就是其实我觉得衣服真的不赚钱，因为你们知道现在就是卖不上高价。我之前可能一件衣服卖1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有利润，其实卖69的话，利润就非常非常少了。因为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订单量非常少，我们不敢订几千件、几万件，那样的话成本就非常低。但是其实我们一次也就只做就是300件，我们这次做了300-400件。那300-400件其实就是你的那个成本就会高很多，因为你量太少了。你打版包括那个人工厂这些非常麻烦，所以你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为什么还要卖呢？因为二把刀来这边，我得给他找个事儿做，要不然二把刀就会很慌张，他对人生他就很慌张，他不可能说啊靠百里屠夫活着，他肯定得有自己的事儿。所以就是你们现在买的衣服其实是给他一份安全感，并不是说这个怎么样，就是可能我们最终也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了啊，他就人生他就不会那种特别空泛，能明白吗？工作室没开吗？早就关了。有事儿吧？是。那这份安全感你也有功劳喽？对，下单的大家都有功劳。继续做idol也得有钱花呀。老婆，你把虾吃了，我不爱吃虾，你吃吧，我吃这个。你是怕我不敢吃了，你才这么没有啊，我真不爱吃，我这一般。他家量好少啊，好少。是不是还不便宜？
好，睾酮现在好多人得了艾滋啊。然后呢？现在上进不到，没体验就过去关了。人开的时候也没见你觉得可惜，一关了大家都可惜了。胖了好多，那你们觉得胖好看还是瘦好看？我感觉那个叫我不行了，肯定心里想都丑。那个我不行了，就真的是。他说不定刚把都丑打出来，然后看你说了又删掉了。还是瘦点吧，创业推了40多个，挺好的，还是在深圳创业？你创的什么业？还好。创业其实没有一下都赚钱的，肯定会有点波折。但其实我建议现在大家别创业啊。寂寞久了看短剧拍一拍。那你们看完短剧会不会单身的看完短剧会不会想要谈恋爱？开的时候没被女朋友。开的时候没被女朋友，也没有多红吧，也不是那种爆发式的红。现在大家觉得你红，其实不是因为你演技有多好，是听说了，就是说百里洗完澡他已经摆好姿势了，传出去。你会觉得害羞吗？我说这种话。害羞吗？会。为什么你不想让我说呢？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就觉得私密的事情，这种私密的事情，放在大庭广众。做都做了，那做的事儿多了去了。啊，他前2次吧，他跟我在那喊，然后我们突然停了，你们知道为啥吧？你前2天他就说，哎来，行，你闭嘴吧，别说了，别说了，为啥？别说了，威哥，别说了。叨叨也没少说呀，是啊，双标他。都是你先说的，我才跟着说的。还挺好吃的，但是少啊。这个要是直接是螺肉就好了。那能有滋味吗？关键这一吸到嗓子眼儿就辣嗓子。哎，你啥玩意儿你都是吸，那这个你不吸啊？吸，你别那个。冰水。谢谢牛二的那个下单，谢谢牛二的下单。 2件儿哎，2件儿哎。
你把收货地址和收货信息发我一下。牛二想听，人家下了2件儿，你给他听呗。吃的饭呢？因为就是别说行不行？我这刚火了，你就要让我塌房了？大家都以为我是大猛一呢。我是孤我在，你都没必要刷这礼物，你就买2件衣服。真有这钱买衣服啊！你也知道啥了？这吃到下面还挺好吃的，还是得蘸汁儿，这吸不出来呢。吃不出来就是不新鲜。好奇，好奇就看看你的名字。你真的？我真是服了。我要气到吐血。那我也不是，我不想说呀。那你说这个翔他就跟我说话了呀，他就问我呀就，故意的。他问我呀，这个翔。这个不能切片啊，这切片传出去，我俩得火。爆炸了不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来，你们小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虾了，你不吃的，我是吃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在农村用过那种压水井？哎呀，别说了。炒辣呀，它是把蒜蓉酱炒的，是不是？它味儿还行。但我觉得有点酸酸的，我不喜欢这种酸酸，像不新鲜似的。但是就是不好吸，而且不能全吸，吸到后边，感觉像石头。老家现在还在用啊，就你们知道这压水井的它那个滚一遍。原理啊？你俩很像亲兄弟。那我等会我俩在那个直播的收益的话，我俩在明算账。是因为我讲这些故事，那个牛二才下的单，自己单归我。那还不是消费我呢？因为我自己的声誉换的这个，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直播间，所以收益归我。
梁宇和张磊最后一吃一毕业了，能剧透吗？剧透还有意思吗？我觉得是开放式结局吧。我不行了就开始打电话，算了，开放式结局那玩意儿啊，算了。一会儿评论就发表了。亨利是冷冷自己来面试的嘛？是那个我们那个制片人，他想让那个龙虎来演。对，我们这边人塞了个人。幸亏让冷冷演了。每次都演渣男。大梅的上部剧他不是渣男。那你滚吧！那你滚吧。杨总晚上好，你好。是猕猴松啊。而且猕猴松是免费给我当制片人的，我其实没想到。就猕猴松那个时候在跟我演着说拍个剧，然后他就在那块帮我算钱，算到最后他也没算自己的费用。卡卡和川田还有回归的剧情吗？卡卡应该不会有，川田可能会有。川田。川田可能会有，看川田自己后期的发展。就如果说他可以进到这个圈子里，因为川田他没出柜。有片酬吗？他没有片酬。你片子都没有片酬。能和百里导演合作是我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我贴钱，其实我也愿意合作。你现在都爬上龙床了。虎妹子，距离你才是虎妹子。
但我觉得评论区里说的对啊。第11集、第12集感觉是你在主动。那是因为看你直播看的人说的发的这些留言，然后其他观众就被引导误导了。你怎么看表演也不是我主动啊，那也是你在主动啊。就是你在主动啊，你在确认这个关系啊。那只是表演呀，那又不是那个现实生活。现实中也是啊。恭喜梁宇心想事成。现实中是怎么的呢？现实当中我就说，可能最近生活比较无聊，然后要去看看车之类的。他说，那个，我说那个今天就看，结果我去洗澡了，结果一出来他衣服都换好了，那种。哇，吃着眼珠子了。裤子什么时候卖？我们没有做裤子这一批，就只做了衣服。下一期卖嘛，等我们这个卖的好一点，我们不敢轻易的投那么多钱，怕这没人买，你知道吧？现在你要投个资，跟那个，哎呀，风险太大了。再一个，我前几年不卖衣服，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龙二嘛，我就觉得我俩都在卖比较好。手机剩11个点。等其他颜色款式，如果再做的话，我们可能会做速干的衣服。对，因为我们都爱速干的材料。就是很透气的那种。中国版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我没有看全，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结局。但是我比较爱看那个《铃芽之旅》，我觉得《铃芽之旅》看的我鸡皮疙瘩出来了。你们看过吧，《铃芽之旅》真的好看，你们看过吗？没有，等会儿给你看，大家都下播，咱俩去看好不好？装那里。好。铃芽之旅看的我真的是鸡皮疙瘩呀！如果结局是你回到25年找到25年叨叨，那就是你的名字。25年的叨叨啊，但是25年的叨叨是哪儿过来的呢？你的名字最后两个人在同一个时空相遇了。你们告诉我，25年的叨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天气之子，我好像都看了。天气之子是不是那个就是陨石的那个呀？天气之子是不是天上那个下陨石的那个？
25年叨叨哪儿过来？啊这是不是那是不是在暗示？啊，我在看那个你的名字啊，就是那个夏雨时那段儿，我不知道你们没玩过那个是夏雨啊？哦，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那什么，玩没玩过那个叫古木吟的那个剧本杀，是古木吟吧？跟那个你的名字有点像，它就是讲的好像是那个日本海啸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也是讲一个灾难，核电站什么玩意儿啊？是吧？我要牙线，宝宝。操控天气我们没看过，我不记得了。明天我们直播就可能是在卖衣服了，如果大家不喜欢看这个卖衣服的直播的话，大家不用来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直接就卖衣服，可能大家有点接受不了。我们做一个铺垫，明天咱们卖衣服。我就是因为今天卖衣服，然后我特意的就是开了一间大房间。叨叨变梁宇有画眼线吗？没有，我化妆就是简单遮瑕，然后把眉毛画了画，其他就没画了。这周四会更新吗？不会。这周放假了，我们也过年，你们也过年，你们过年在家偷偷看这种禁片儿不太好。对，你们俩谁？因为后边2集吧尺度有点大，你们在家看有点不太好，你们就得去学校看，或者说去那个出租屋看。在家你说亲戚、那孩子啥的，你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就偷偷看着你的手机，真的是尺度太大了。都为你们考虑，知道吗？还有大戏，听起来很好看。这是最后2集吻戏加起来是前面的吻戏的总和，时长啊，这后边2集好像有一段1分多钟的吻戏吧，有1分多钟吗？差不多。我也不知道。有点担心过不了审，那大家就去那个油管看吧。B 站这2年对接吻放开了。对，梁宇喜欢接吻厉害的，是的，一直都是。爱看叨叨的吻戏好会，图图才会接吻的。有一次我俩吻戏，然后没吃口香糖，然后我满嘴都是他的口水味儿，我能闻到我的口水味儿，因为他吻吧，他会往鼻子左右，就是他吻的特别大，然后他的口水就在我的鼻子里就，那种。然后我们还拍了好几条，真的忍不了，你知道吗？那我可享受了。我是一个什么样人？就是我觉得接吻必须得刷牙的那种人，但他不是，他是那种就是哎那个就不嫌弃之类的，但是我是很在意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平时不爱刷牙，然后我不刷牙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别人跟我接吻，无论他刷不刷牙。12集是谈了之后补的吗？不是，不是。我们唯一谈了之后补的一场戏就是大结局的。
那是当时谈了之后补的，其他都没有。有啊，从那个 HR 家里出来也是后补的，哦对，然后还有那个小薇在车上戏也是后补的。我们俩谈了之后拍那场戏就是从 HR 家里出来，然后他追我说怎么了吃醋了？我说你不是喜欢亨利那种类型的吗？然后我就要走，他就说我这个套他话呢，那是我们那个谈恋爱之后补的。那一段你们其实都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出来以后的那个画面是里边套了一个衣服，因为太冷了，因为是冬天补。对，11月份了。就那个衣服上全都是那个，就是里边就是他穿了一件，我穿了一件，然后赶紧拍，特别冷。还有一场，就是他一个人在路上走的，看我在旁边在跑步，那个也是我们俩谈恋爱之后补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好，就是那个北京有一些松树，所以那个松树吧，它就没有那么黄，它绿的，所以就画面上吧，大家看不出来啥。但是我拍的时候巨冷。黑刺猬是拍戏前写的，是的，拍戏前写的。北京是工作吧，广州是老家。我是在广东，就是安家了，然后去北京是因为我去上一个北电的进修班，黑刺猬不是拍戏前写的，是啊，补拍之前写的。黑刺猬，不是啊，是8月份补拍之前写的。我之前写的，我是给你唱的。之前不是没词儿吗？对啊，没词儿啊，但是一直有旋律，有基础的旋律嘛。那个歌都是实体专辑的。和叨叨在一起多久了？跟叨叨在一起5个月左右。张大年说不能和梁宇在一起，是因为穿越来的。那时候梁宇信了吗？没信。肯定没信呐。包括现在梁宇其实也没信，后来，直到我，这就剧透了，你再套会话。直到后来他才相信。别说了。求那个歌名，12集的那个歌是。跟着我走。那歌名你也搜不到啊，我们不上那个音乐平台，那个是实体专辑里的。对，我们会放在专辑里卖，到时候我们直播会在直播间里卖，你到时候可以过来。现实中谁追的谁？现实当中是他先对我产生感情的，他先对我动心的，然后我知道以后我提出俩人在一起的。你听明白了吗？就是。现实当中是他，我觉得因为可能日常接触的缘故吧，所以他对我动心了，但是他没告诉我。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对我动心了，然后我跟他求证，他说是的，然后那个时候恰好他跟前任在分手，我说那好，那既然分手，你既然也是单身的话。你又对我有好感的话，我说那咱俩在一起吧。倾注感情了，那倒不是，倒不是倾注感情。这接吻的戏真的不会让你产生感情，这接吻的戏真的挺累的。我跟龙二在接吻的时候，真的我的妈呀，龙二就是给他累得呼哧呼哧的。然后跟他接吻的时候也是，我俩这几场吻戏就是最后一场大结局的戏，就是真的吻了好久，吻的。少说点儿。吻戏真的很累。写的真好听，图的音乐是自学的吗？他就是完全自学的。一共14集，胡说八道。
我啥时候自学的？我不是上过北京音乐学院吗？北京那个谐音吗？现代音乐学院吗？你不说那会儿就没学到啥吗？是没学到啥，那不也学过吗？我还以为会错，我也没想到直接亲。那还有人是问我们，你们这是真亲吗？还有人好多人这么问的。啊，这个叫 luck，我知道哎，luck，那几年我卖衣服他要买吧？是你吧，luck，你在直播吗？你在直播间吗？我记得这个人素质挺高的，我记得。他当时买了好几件，这回呢？一件儿。好吧。就一件吗？好吧。他去年买了好几件，那几年买了好几件，我记得。素质有多高？就是买一件啊。感觉叨叨那个部位最好是什么意思？跟过吻戏都累，你们可能说看着就是挺享受的，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工作，没有那种说哎怎么样，而且我们现实当中，我跟二把刀现实当中应该也不缺人吻吧。我不缺，我现实当中，我一撅嘴呀，好几张嘴就来了。真是恶心！我现实中躲的还有人想那个啥强吻的。突然安静了一下。感觉叨叨哪个部位最好看？叨叨的后脑勺吧，他的后脑勺让我很想，就是很想摸。那老公以后我们都后入好不好？他后脑勺就很想摸。吻戏通过了，我还激动的告诉朋友，真的通过了。这个原本图图就说要不要打码上传，对我说试一下。群里我最活跃了，是的，这个小饼干你真的太活跃了，有点。剩2%的电，有点过于活跃了，是不是？对。就有点偷窥的感觉。夹不住了，就有点那个偷拍的感觉。行了，不播了，手机没电了，我玩游戏去了。咱俩把那个雷达这里看了。别播了。行，不播了。明天我们是卖衣服专场，想具体来看看我们怎么卖衣服，或者说衣服怎么样，你就来啊。如果是你不喜欢这个电视购物的感觉的话，那你就别来。露出来了，啥露出来了？大腿他水露出来咋了？都被他们看到了，大拇为什么今天拍的我腿好长啊？因为你腿本来就长啊，又白又长。那咱下播吧。行，明天还得续一天，400块的酒店，这是咱们明天必须得把这800块赚回来。拜拜。拜拜，拜拜，拜拜。